卧室异能者穆小暖竟成了5个继子、2个继女的后妈。原主刚嫁过来，老人摔了一跤，意外过世，老公竟在结婚时喝土酒给嗝屁了。一群小萝卜头从此认定原主是扫把星，原主结局凄惨。穿越过来的穆小暖能否逆袭了？没爹没娘的小野种，你娘没了，你爹没了，就是，不给你们饭吃，还打你们，后娘就是坏。我娘说了，周家7个孩子，然后娘肯定会把他们卖了换钱养自己的弟弟。正当周家大双胞胎脸色铁青，不知如何反应时，扑通一声，有人趁乱将周家2郎推进了水。周四丫在岸上远远望见自家后娘飞奔而来，他心中害怕，后娘未加思索便跳入水中救周2郎。可周2郎因受惊且讨厌后娘而不配合，还乱将后娘蹬到眼睛，后娘松手沉底。村子里人赶来将其拖上岸，却发现已没了气息，众人害怕，远远站着。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，死了就死了，少一个人吃饭，我们还能多吃点。目睹了全过程的周四丫有点于心不忍，看向自家大哥。他好像是为了救二哥，大哥，他是不是？穆小暖狠狠地吐了几口水，睁开了眼，脑子里的记忆一下涌了进来。我这是穿越了吗？我记得周家几个崽子是一本书中的反派，长大后不仅没有孝敬穆大丫，还觉得是后娘害死了他们爹娘奶奶，得势后直接弄穆大丫。我异能者穆小暖竟成了书里反派们的后娘。什么救我？我看他就是想要嗝屁，还想带着我一起，不会水还跳水里。要不是大哥出手，我才真的是嗝屁了。穆小暖一听，一股火气冒了出来，突然坐起身，拿起一木桶就开始朝着屁股抽了上去。小白眼狼果然是从小就坏，我非得替原身好好教训这些小白眼狼一顿。啊！你这个坏的女人，凭什么打我？哼，老娘就该让你在河里领盒饭，费劲救你，你倒好，想着把我往河里踹。不是说我坏吗？我就坏给你们看。周大郎看弟弟挨揍，立马跑过来抱住了自己弟弟，抗下了揍。做什么呢？打孩子没有这么大力，你做后娘也不能如此。孩子做的不对，好好教就是了，怎么能动手？刚才这孩子可是想要我领盒饭，连个后娘都不喊，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谁稀罕谁家带去养去。老娘不欠你们的，更不欠你们周家的，我还没嫌晦气呢。文生家的话不能这么说。别，我可没有正式进门。叫我穆娘子，你是我奶奶花了10两银子买回来的。奶奶说了，就是来我们家为奴为婢的。哼，10两银子5两都是借的。老娘心好，又是干活，又是给他们办身后事，没占你家一点便宜。原身的10两礼金被弟弟骗走，办完2场丧事后还欠债，原主为交赋税拼命劳作，还被白眼狼啃噬。我跟你们讲一次，你们娘是生孩子领盒饭的，不是老娘害的。我来的时候，你们娘都下苦好几天了。穆小暖说着，视线放到最爱嚼舌根的人身上。那些乱嚼舌根子的也不怕肠穿肚烂，说我这个后娘歹毒，你们心肠好，那就把孩子接你们家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，我现在都耐把他们塞你们家里。村长对上穆小暖的眼神，想规劝的话顿时改了口。文生的死和穆娘子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在瞎说闲话，就去祠堂跪着。村长顺势敲打了一下村里的长舌妇，然后看向周大郎兄弟。大郎2郎，去给你们娘跪下认。小暖一觉醒来，白嫖7个孩子，原主天天拿他们出气，长大之后直接嗝屁了原主。穆小暖穿越成书中的坏大后娘，看着面前这群小萝卜头，他怕什么？且看老娘怎么教你们好好做人。书接上集，大郎2郎，快给你们娘道歉！难不成你们真的要成了无人管的孤儿？有娘才有家。可别，我可受不起，我只是个后娘，这些孩子又不是我亲生的，那恨不得要我领盒饭的眼神，谁爱养谁养，我可不图周家那破房子，饭都吃不饱，还得拼命干活。村长，快给我放七叔，我要走。大郎2郎，快给你们娘道歉！难不成你们真的要成了无人管的孤儿？有娘才有家。她不是我娘。行了，我这心也是被伤透了。村长您也看到了，不是我这个后娘想走，是他们容不下我。浑身湿哒哒的，确实不舒服。穆小暖见状，空手回去了。至于几个孩子，他看都没看。行了行了，该干嘛的干嘛去，在这里看什么？今天我跟你们好好说说，别总是这么犯倔。村长，我们错了。我看你们根本不知错在哪，人家与你爹娘奶奶去领盒饭无关。你们那破房子得修，地少人多不够吃还要交税。他嘴硬蛋小七活着你们也没饿着啊，之前也没揍过你们呀。后娘确实早出晚归的，总能带点吃的回来，每天2顿饭，虽然野菜比你多，但是多少能填饱肚子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好好想想，想通了就去给你们后娘认错，有那功夫去仇视，还不如学学怎么填饱肚子跟赚钱。谢谢您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
现在就回去跟后娘道歉。穆小暖换好衣裳去山里，家里没粮且有事要确认。进山后确认无人，便坐下，尝试打开异能空间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，之前自己收的那些物资全没有了。我的异能空间物资怎么没了？还变小了。木系异能也很弱，还好木系异能还在，但是太弱小，只能催生豆芽那么大点的绿植。因异能，他感知到木系能量，沿途收获不少，想着赶紧去镇上换钱，随后按原身记忆直奔药铺。大夫，您这可收药材？今天刚挖的何首乌，您看看。穆小暖指了指最上面的何首乌，已经是人形了，手臂粗，长的年限可不少了，提起来能有7、8斤重。当何首乌整个提起来的时候，大夫都忍不住震惊了。30两，你要是觉得可以，我就给你收了。卖，您再看看其他的，若是能收，我就都卖了。我还赶着去买粮食，家里还有孩子等着。药材不多，但是品质不错，年份也足够，老大夫一起收了，又不像那何首那样稀。这样一起算你31两。好的，谢谢掌柜的。这位娘子贵姓？免贵姓穆，木头的木。好，穆娘子，下次若有上等药材，也可继续送来卖。穆小暖买了2斗碎米，1斗豆子，又买了些盐，毕竟少了盐，吃什么都没有味，人也需要吃盐才有力气。背着东西，穆小暖就往家赶。你为什么丢小七自己在家？知不知道小七差点被野猪？就如甘蔗，看人间轮回一场，不会曲终寂寞。为什么丢小七自己在家？你知不知道小七差点被野猫吃？哼，什么叫我丢下小七？别忘了，那是你们的妹妹，她，包括你们，都不是老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崽子。说的好听，我是个后娘；说的不好听，老娘跟你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之前还想着忍气吞声认错的周二郎，在经历了小七差点被野猪叼走的事情后，再看到穆小暖的态度，顿时跟炸了锅一样，都等不及周大郎劝阻。你是我奶奶给我爹花了10两银子买过来的女人，就该照顾小七，照顾我，你可死了我们奶奶还有爹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周大郎一把拉住了弟弟，弟弟太冲了，会吃亏的，面前这个女人可不好对付。尤其现在他们还不能将人赶走。二弟，给娘道歉。娘，二弟刚才确实冲了一些，但是都是因为看到小七危险所以才这样的。之前是我们不懂事，听信了他人的话，但是后娘这样丢下小七出门是不是不太好？小七差点就没命了。周大郎这话看似道歉了，但是却更像在指责，一切的错又推到了穆小暖这个后娘身上。说完了。穆小暖看着周大郎，果然不愧是后来位极人臣的权谋家，小年纪说话就如此阴阳怪气，会推卸责任的，一文一武倒是配合的好。首先别叫我娘，我就是个后娘，但是别不把后娘不当娘，一个孝字压垮你们。当初穆大丫不早嫁人，养大弟弟又要大比礼金才嫁，只因他娘当众让他先养弟弟成家后才能成亲，毕竟古往今来百善孝为先。不想认我这娘也行，给你爹守孝3年，不认也得养我。不想养我，你爹未出热孝，我可改嫁自请下堂。家里银钱田地产出都办丧事了，没1文钱，饭都成问题。庄稼我收的，村长作证卖了买棺材，别忘了家里还欠饥荒，那2亩地赔人家不知够不够。周大郎，既然你们如此有主意，那不如就请了村长族老过来，把这个家清算了，免得你们觉得我占了你们的便宜。你们不会是不敢请吧？周大郎确确实实不敢去，村长的话还在脑中回荡。周大郎拉着弟弟跪了下来。娘，我们错了。这个娘我可当不起，怎么不想我走了？叫后娘，你们记住，我只是你们的后娘，所以不要期待我会将你们当成亲生的，毕竟我也没想过要你们把我当亲娘。穆小暖将话摆在那，周家其他几个孩子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看着哥哥跪，他们也都跪了下来。吃老娘的粮就得给老娘干活，谁要是干那端起碗喊娘，放下碗摔筷子的事情，我就直接将他丢山里喂狼，说到做到。穆小暖不怕这些小崽子耍心眼，但是想要给自己添堵，那就看谁更胜一筹，等着来自后娘的揍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的衣服自己洗，家里的家务也归你们做，我不喜欢脏兮兮的，谁要是身上长了跳蚤，我就给他把头发剃光了。穆小暖有洁癖，卫生这一点真的是最让穆小暖受不了的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负责做饭喂猪，老四看小七带老五、老六在家里收拾卫生扫地，白天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跟我下地干活，别想偷懒，否则所有人都没有饭吃，一个人偷懒，其他人也不能吃。农村地娃早当家，但是周老太婆太过宠溺孩子，儿媳妇使劲的使唤，一群孩子里也就女娃娃的四丫会带弟弟妹妹干点活。我们不会做，不会做就学，怎么有人天生就会？老娘该你们的，还想白吃白喝老娘的？老娘不怕你们养老，你们倒是想要抱着我把我骨头都给啃了。不干活是不可能的，不会可以现学，谁天生就会的？周大郎拉着弟弟起来，然后跟着去了厨房。塞那么多干嘛？打柴火不要力气。不接上级。塞那么多干嘛？打柴火不要力气吗？
周大郎只好又将柴火拿出来一些，然后用火石点火，擦了好几次才点燃，结果还没放进灶里就烧到了。周二郎的手连忙丢了出去。怎么就这点本事？火都点不燃，还准备烧厨房，你们有什么用？周二郎指尖都烫了一个水，后背还有腿都还疼着，委屈的不得了，但是又不想在穆小暖面前认输，强忍着不让眼泪掉出来。行了，怎么点火我也教了你们了，现在往锅里添水，把米淘了，水开倒进去就行。我先出去忙去了。厨房里没有了穆小暖的身影，周二郎再也没能忍住，眼泪掉了出来。可我们为什么要做？把他赶走不行吗？我好堂从小到大娘都没有打过我，他凭什么打我？小声点，别让后娘听到。再忍一忍，谁让我们还太小？等我们长大，让这些都记住。若是他一直这样对待我，将来也别想我。你们连粥都能煮糊。穆小暖的眼神在周大郎看来，仿佛看他们就像人才一样，心里更加阴郁。我现在把粥都盛出来，你们去把猪草剁了，放锅里煮，弄好了才能吃饭。穆小暖端着自己的饭，配着榨菜吃了起来。一群孩子看着穆小暖没有半点不好意思。周大郎拿起了刀剁了起来猪草，等着大哥很快就剁好了。终于可以吃上饭，虽然粥糊了，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他们进食。毕竟今天的粥没有放野菜，也不知是不是后娘忘了。吃完饭必须洗澡，谁要是不洗澡，不许进屋睡觉，记得把碗洗干净。穆小暖丢下一句话，自己进屋睡觉去了。这一晚睡得好香。大哥二哥，后娘说让你们做饭，要是不会做都饿着。后娘说粮食已经放到锅里盖着了，加水煮烂就可以。什么还要我们做饭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周二郎这是昨晚吃饱睡了一觉，有力气了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刚站起来就被周大郎给拉住了。不要胡来，你忘了我们要留住他了吗？不过是做饭而已。周大郎知道弟弟脑子不太灵光，若是没有了后娘，那些所谓的亲戚就会来瓜分他们的家，到时候他们就真的没有家了。周大郎现在还不知道这一幕，不日后他们将会亲身体会。小暖每天睡觉都要抬着头，只因几个小屁孩费尽心机要咔嚓他。什么？还要我们做饭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不要胡来，你忘了我们要留住他了吗？不过是做饭而已。烧火我们昨天也见过，后娘是怎么做的？你去淘米，小心点，别浪费了。我来烧火。水烧开的时候，米却没有浮起来，差点就又要糊锅了。还好四丫响了起来。周大郎跟周二郎都松了一口气，要不然再煮糊了，他们肯定要受罚了。受罚还不是最重要，但是想到后娘那扎人的话，两人就觉得有些受不了。对了，大哥二哥，后娘给拿了药酒，让你们自己擦一擦。昨晚我看你们睡了，所以就放在床头了。两兄弟对视一眼，虽然不知道后娘打的什么主意，但是被竹鞭子抽的地方是真疼，所以还是相互将药酒给擦了一遍。大哥粥熬好了，你先盛碗米汤给小七喝，咱们等着后娘一起吃。穆小暖从外边回来之后，看到锅里没有糊的粥，满意的点了一下头。熬的还可以，看来也没蠢到家，这不就会做饭了吗？一会除了四丫在家看小七，都给我去地里干活。想到这个时代产量那么低，有天灾什么的，手里无粮可不行。原书里可是描述过，3年后有干旱，山上树皮都被挖了吃了。那个时候小七已经嗝屁了，穆大丫费尽心思养着几个孩子自己都到了吃观音土的程度了，完全不知几个小兔崽子背着他收人接济。地还是要种的，不然冬天吃什么？现在空间不知什么原因放不下什么东西，那就先努力升级精神力跟异能。没有自保的能力，总觉得不踏实。有钱了，自然也就有方法存粮。穆小暖带着孩子们来到田地里干活，只留四丫在家看孩子。呵，穆大丫倒是够勤快的，嫁来前后不出1个月，收了粮食，办了2场白事，居然还翻了地。穆小暖让周大郎负责挖坑，让周二郎、周三郎负责点种子，最小的2个就盖土浇了一遍。之后，穆小暖就去挑水去了。村里的人看到穆小暖挑着桶离开了，留下5个孩子在地里忙，有他喜欢闲话的就凑了过来。哎呦，怎么能都让你们小小年纪就下地干活的？这后娘不愧是后娘，当初你们亲娘还在的时候，可舍不得让你们兄弟下地，现在就这么搓磨你们，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对你们呢。可怜见的，都受了。周家兄弟抬头一看，是之前跟他们说后娘不是娘的人，就是这人引他们觉得他们亲娘是被后娘害死的。如果不是后娘，他们的亲娘就不会死。这个人就是周狗蛋的娘周王氏。关于他们跟周狗蛋的仇，两兄弟可是没有忘记。王大娘这么闲，还是去别的地方找人说话吧，我们还要种地。周大郎淡淡的说了一句，然后带着弟弟们继续干活，但是仇他记下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我这还不是为你们好，哪个后娘不是这样的？你们等着吧，早晚还要饿嗝屁你们。王大娘没好气的说着，完全没发现身后站了人。可不是，后娘不是娘，这么可怜他们，不如你接你家去养。我这个后娘不好，比这个隔壁的大娘好，我把他们7个都给你送过去，你心好就把他们全接家里养着呗。我昨日里就在村长面前发了话了，要不然我去请村长来做个证。哎呦喂，吓死我了！你是鬼吗？走路没有声音，谁要养他们？晦气！王大娘被吓得不轻，但是还是虚张声势的叫人过去，然后生怕万一给拉走。穆小暖大声的喊了一句，王大娘脚下生风一般快速的朝前走。
看什么？继续种，一个冬天的菜，不多种点，饿嗝屁你们！之前你们扎鱼的鱼叉呢？我在家里好像没看见。穆小暖想着，反正都要去河边挑水了，那自然可以顺便去看看能不能插中鱼。原身不会水，他会啊，而且这河有深的地方，自然也有浅的，不然怎么过？书接上集，看什么？继续种，一个冬天的菜，不多种点，饿嗝屁你们！之前你们扎鱼的鱼叉呢？我在家里好像没看见。穆小暖想着，反正都要去河边挑水了，那自然可以顺便去看看能不能插中鱼。原身不会水，他会啊，而且这河有深的地方，自然也有浅的，不然怎么过河？在柴火垛子里。周大郎没有错过王大娘的话，原来他们的存在就是晦气。那面前这个女人，她为什么留了下来？你们将这一块种完，不种完，中午不许吃饭。丢下一句话，穆小暖挑着桶就走了。周二郎抬头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穆小暖的背影。大哥，那个女人刚才是说有午饭吗？可是一天不是只有2顿饭的吗？哪怕他们爹娘全都在世的时候，也没听说过有午饭这个词，怎么突然的中午也有饭吃了？以后要叫后娘，再叫错，罚你不许吃饭。没听后娘说吗？种完这一块，与其在这里瞎想，不如先把活做完，别连晚饭都吃不上。这一块地也不小，而且他们平日里光玩闹了，正经干活还是第一次，奈何位于后娘的可怕，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干活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种完了吗？后娘叫你们吃饭了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谁呀？叫我木娘子就好。我今日挑水，看到您家有奶娃娃。我的情况村里应该都清楚，前头留下的这个孩子，我也不知能不能养活，光靠米汤只怕是不好养。今天抓了条鱼，特意炖好了，没放葱姜，想让孩子吃口饱的，您看行不行？穆小暖说着就掀开了篮子上的布，里面2斤大的鱼，香气扑鼻。婆婆可以吗？女人不敢私自做主，看向了自家婆婆。可怜的娃啊，行吧，不过也不占你便宜。这条鱼给我媳妇补补身子，让这孩子吃3天，早中晚你抱过来一趟，吃好了抱回去。真的是太谢谢您了。你叫我武大娘就行。这个村子里都姓周，这是我儿媳妇翠儿，我给你换个碗。翠儿将孩子抱屋里先喂喂。死婆婆，不好，请你进门，一会喂好了就把孩子抱出来了。谢谢大娘了，这登门本就不好意思了，若不是为了这个娃。要说周小七的胃口还真不大，或许是从出生就吃的少，虽然折腾了好一会儿，但是真的吃起来却很快。翠将孩子抱了出来，吃饱喝足的周小七已经睡了。后娘，您去哪啦？给小七讨口饭。既然都回来了，洗手端碗吃饭，下午继续种菜。穆小暖不怕被人说吃独食，鱼是他打的，粮食是他买的，调料是他摘的，鱼还是他自己炖的。几个孩子虽然没吃上鱼肉，但是鱼汤泡饭配咸菜也很不错。平日里中午只能喝水，要不然就是他们在外边摘野果子吃一点。虽然下午还要种地，但是为了一顿饭那也值了。小七身体太瘦弱了，还是再不点鱼，他再多吃几天奶会不会？书接上集。穆娘子这是去哪里了？前头那个留下的娃娃还不满2月呢，怎么都是一条命。我大娘家刚好也有个奶娃娃，借一些喂喂，养大了多少也能换个礼金不是？这些就当我先投进去的。穆娘子，你这鱼是怎么抓的？那河里的鱼可不好抓。用床罩子拢的，也是运气好，就是还要费功夫洗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还要赶着下午种地呢。穆小暖说着提着鱼就走了。好家伙，床罩子，谁敢想？这要是弄坏了，鱼还没捞成，岂不是亏大发了？真会败家。大娘在家吗？穆娘子，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去洗床罩子捞了3条鱼，想着托您家给孩子多吃几天。你确定要用这鱼换？确定。那行，这个月你早中晚把孩子送来吧。这鱼可是舍不得吃，拿去镇上换了钱，能买不少粮。家里还养着鸡，多给儿媳妇煮几个鸡蛋就好了。太谢谢您了。你真的是辛苦，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也不容易。那大娘我先走了，床罩子还在河边呢。穆小暖原本还以为换半个月差不多了，现在一换20来天呢，也算不错了。呀，刚才忘了问穆娘子她那做鱼的法子卖不卖了。算了，下次再说。娘，我只怕是要提前回镇上了，下一次回来再来看您。好，跟翠儿说一声，换了钱就买粮回来，不然过冬了没粮食。知道了，娘。周铁柱在镇上的酒楼做店小二的，难得放一天休，
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收获。这是哪来的鱼？看着真不错，这是我们松湖河里的鱼呀。这鱼不错，1鱼3吃最为合适。掌柜的，这鱼我定了，1鱼3吃。你看着做得好，今天这10两银子就是你的了。做得不好，您可就得小心口碑了。您放心，铁柱还愣着做什么？把鱼送后厨去。掌柜的，这鱼是我一老乡抓的，我这也是想要问问大厨收不收？您看。废什么话，快送去，少不了你那老乡的。好咧，小的这就送去后厨。王大厨，1鱼3吃，是刘饕餮点的，您看着做。又是那糟老头子坏得很，他这个1鱼3吃，只怕不是说的1种鱼3个吃法。不过他也没说3条鱼都做了，等着，今天非得整治这糟老头子。穆小暖可不知道这些，他在想家里没有多少粮食了，得想些粮食的办法才能生存下去。对了，山里野果那么多，可不能就这样浪费了。栗子耐放，剥开了放米里一起煮，也能当粮食吃。而松子油脂含量高，可以用来做松子油，也可以当零嘴吃。书接上集，今天你们跟我去捡松子、栗子饲鸭，你带着弟弟妹妹在家，把尿介子洗了，桌子擦干净，地板扫干净。3个孩子跟着穆小暖身后，好不容易走到地方，已经气喘吁吁了。要不是穆小暖一人给了一个柿子，口干舌燥都撑不下去。这才走几步路就成这样了，当初还想赶我走，啧。穆小暖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击小崽子的机会。穆小暖走到树下，麻溜地爬上了树。站远一点，我先把树上的栗子敲下来，然后你们再过来捡。穆小暖拿着竹竿就用力地敲打树梢的地方，落了一片，感觉差不多了。反正这3个孩子也捡不完，这2棵树够他们捡几天了。家里没有多少粮食，蘑菇可以打掩护，卖了换钱，多买点粮食囤着，免得天越冷了粮食涨价。都别走远了，免得你们大声喊救命的时候我听不到。为了山里的狼了，可就只能怨你们自己倒霉了。穆小暖丢下一句话就走了，不一会儿就采了很多蘑菇和松子，还砍了一些树枝。他要把院子围起来，从外边能够清楚地看到院子里的情况。穆小暖总觉得不安全。大哥，他不会是想要将我们丢山里喂狼吧？不会，要是让我们喂狼，就不会费这功夫弄这一地的栗子，还给留了镰刀。快捡吧，要是一会他回来做得慢了，小心没饭吃。身为老大，哪怕心里害怕，在弟弟面前还是强撑着面子。说完，带头先捡起了栗子，直到听到了砍树声，声音离他们不远，3个孩子才放下了心来，加快了手里捡栗子的动作。行了，把你们手里的麻袋提着跟我下山。后娘回来了，饲鸭烧了开水，后娘您喝一碗。收拾的不错，背篓里有野梨子跟柿子，一人一个。一会你3个哥哥回来，让他们煮饭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后娘。行，我把小七送去武大娘家，你们在家吧。对于听话的孩子，穆小暖也不介意，好说话一些。不过该指使的穆小暖也不会心软，打一棒子再给个甜枣哄哄，不信这些孩子调教不出来。我订的3条鱼怎么就剩下1条了？刘饕餮瞧着厨子上的1鱼3吃，味道确实蛮好。可这王厨子又对他使心眼，原本他订的3条鱼，到王厨子那就和掌柜密谋，变成只订了这1鱼3吃，余下2条被其他老饕餮闻香抢走。平日关系还行，一涉及吃就不同。刘饕餮狠狠瞪了掌柜一眼，好在掌柜多送1壶酒，他脸色才好转。他这也算给克莱香做了宣传，1鱼3吃要预定，10两银子1条鱼的名声瞬间传开，3条鱼30两。掌柜开心地拨着算盘。铁柱啊，你那老乡还有没有办法抓到这样的鱼？这1条鱼我给100文，不过都要今天这种品质大小的。这100文是给你的赏钱，以后好好干。铁柱看到这钱，心中高兴，但是又有些不知该怎么办。毕竟这鱼虽然是人家穆娘子换给他们家的，但是这到底是占了对方便宜了。这鱼不好抓，不过掌柜放出这话儿，那想要上门送鱼的肯定少不了。小的回去替您问问。那你现在赶紧回去问问。掌柜的，您看这样，我今晚先不赶回去，明日一早收拾好了，然后我再借着牛车往回赶，顺便给家里送些粮。也成，也别去别的地方借了，就用酒楼的牛车。若是遇到好东西，迟点回来也成。这事情办好了，我让你去厨房帮忙去。掌柜想了，这周铁柱人还不错，后厨里放其他人他也不放心，可以让周铁柱试试。好咧，那小的这就去收拾去，顺便把地给扫了。娘，书接上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铁柱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娘，这鱼卖的还不错，你猜多少钱？30文，不能再多了。我原本以为能卖个几十文，没想到被食客定了。掌柜的高兴，鱼做成菜卖了10两银子1条，
给了我一条鱼100文的高价。怎么会那么多？都是酒楼的老食客拱上去的，卖鱼的钱我都拿去买粮食了，这里还剩下100文是掌柜赏给我的，娘，你收着。现在买这些粮食是正确的，到了冬天恐怕会是天价，到那时候咱家就买不起了。现在有了这些粮食，都够咱们吃到明年了。娘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掌柜说若是还能抓到这样的鱼，一条100文收了。儿子想着，咱们家占了便宜，不如让翠儿吃好一些，然后帮着把那小丫头喂到冬天。娘觉得可成？成，那就等穆娘子中午抱孩子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再问问。这次能不能发财，就靠穆娘子了。中午，穆小暖赶着把孩子抱来了。铁柱兄弟在家呀，又要麻烦翠儿了。是穆娘子来了，来进屋。这个大娘可是有什么事情要说，专门招呼进门，若不是大事，那么肯定不能这样。穆小暖迟疑了一下，便抬脚抱着小七走了进去。周铁柱将特来乡掌柜收鱼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武大娘又将自家的决定也说了出来，现在就看穆小暖如何决定了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这鱼若是我自己去卖，肯定卖不上这个价钱，那是铁柱兄弟应得的。这鱼还真有几条，我挑水的时候又抓到了。今天一早进了山，又捡了些蘑菇，想着中午带着去镇上换钱买粮，托铁柱兄弟的福，一会正好蹭个车。穆娘子，有个事儿我还是提醒你一下，今天进村很多村里人都看到了，等你再一去，这卖鱼的事情只怕是瞒不了多久。掌柜的现在喜欢这鱼，若是数量少了，少不得让别人送。到时候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这河里的鱼又不是我一家的，更何况我也没那功夫天天去抓鱼，冬天的柴火要打，院子要弄，还有一群孩子，就是这事儿最好还是经过村长的嘴，免得大伙一个劲的往深水里走，出了事可担不起。那太好了，这事儿我这就去跟村长说。穆娘子大概多久？我得赶着回镇上，不然耽误了上工。很快，孩子应该也快喂好了，我抱着回去，一会就提着鱼跟蘑菇下来。我去镇上一趟，你们下午就在家，记得打猪草，将那鸡圈清理干净，我看能不能抓些鸡回来养。后娘，我还没吃饭呢。穆小暖微微皱眉，计算一下自己回来的时间。锅里的饭菜是你们今天2顿的，交代你们的都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，后娘。穆小暖提着鱼跟蘑菇走了，周铁柱果然在等着了。不过为了不被说闲话，武大娘也跟着一起去。周大哥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你卖了把钱带出来就行。书接上集。周大哥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你卖了把钱带出来就行。很快，周铁柱将卖鱼跟蘑菇的钱送了出来。麻烦周兄弟了，家里还有孩子，我一会跟大娘买了东西就回村，你放心，我会将大娘送到家的。其实穆娘子那炖鱼做的就很不错，要是能够……周铁柱还是想要劝穆小暖将做鱼的办法卖了。那是瞎做出来的，没有人家大厨做的好看精细。周兄弟就这样了，武大娘，咱们赶紧吧。穆小暖跟着武大娘买了布，然后去了杂货铺买了需要添置的东西，又买了粮，这才回家。娘，一会您可要拿出做长辈的架势来，一定要将那小女人给压住了。这2人就是7个孩子的舅舅姥姥。牛来才扶着自己老娘，今天他可是专门领着自家老娘过来这个姐夫家的。之前周家去报丧，说周牛氏挂了，原本牛老太婆想着用这个来拿捏周家，给自己钱财，结果因为周牛氏生的是个丫头片子，周老太婆还活着，牛老太婆便宜没占到，差点领个丫头片子回去，之后索性就没来，还放了狠话，说2家就当没了关系，断了亲戚。听村里人说那个女人还很坏，一会依计行事。明白了，娘。牛来才在赌坊欠了债，家里拿不出来，这才又想起了去世的妹妹留下的几个孩子，于是乎牛家母子一番商量之后，为了还赌债保住儿子，牛家母子决定过来将那周文生后娶的赶出去，霸占周家，将几个孩子卖了，不仅能换钱，还能白得2亩地跟房子。姥姥，舅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我可怜的外孙，你们那后娘呢？怎么能让你们干活？姥姥这就给你们讨个公道。牛母十分会做事，上来就一脸心疼的搂住了周二郎，这个小子最憨了，好骗。姥姥，你跟舅舅怎么才来？我都要被后娘打挂了，你看我腿上这些都是后娘打的。周二郎连忙告状，从前奶奶跟姥姥不对付，但是现在奶奶没了，爹娘也没了，比起后娘，这个姥姥似乎更亲近。周二郎被人搂住，想也不想的就开口：个黑心肝烂心肠的，敢打我外孙，大牛一会好好教训他。牛母这是在院子里叫嚣着，牛来才已经四下观察了一番，
连忙答应，可是就是不见人出来。大郎，你那后娘呢？后娘出去了。姥姥舅舅，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？你这孩子是在怨姥姥跟你舅舅吗？哎，都是穷闹的，哪里是我们不想来？家里秋收耽搁了，姥姥知道你娘没了，大病了一场，这不好了一些，就立即赶来了。大郎啊，从前我与你奶奶不对付，但是对你们还是好的呀。这次来就是想要看看将你们接去牛家村，免得你们被后娘给蹉跎了。牛母话音一转，就提出将孩子带走。牛来才虽然愣了一下，不过却也觉得可以，连忙跟着说话。对，这次来就是想要带你们回牛家村的，有舅舅在，怎么都会把你们拉扯大。现在就收拾东西跟舅舅走，你们舅妈都在家做饭了，盼着咱们回去呢。现在不走等何时？正好人贩子也约好了，原本还以为要大闹一场，没想到人不在，刚好方便他们行事。大哥，我们跟姥姥走吧。狠心的姥姥为给儿子还赌债，竟把几个孙子带去卖给人贩子，坏事。书接上集。大哥，我们跟姥姥走吧，我不喜欢后娘。周二郎还记恨着自己挨的一顿打，周大郎也忍不住犹豫。奶奶在世的时候讲过，不要跟舅舅家来往。娘没了的时候，舅舅都没过来，他们不会对咱好。牛母看这情形，心疼的从怀里掏出一糖，这原本是他留着给自家孙子的，可现在为了达到目的，他也只能忍痛割爱了。大郎、二郎赶紧来尝尝，这些日子你们吃苦了，先跟舅舅回家，姥姥在这等你们的后娘，替你们好好揍他。牛母将糖塞到两个孩子嘴里，又搂了搂，见另两个孩子也想吃，又忍痛拿出2颗糖。这2个孩子长得好，能卖上好价钱。早知那坏女人不在，就该直接把收破烂叫来，这样也不至于7个孩子都带不走。甜甜的味道在口中化开，周大郎原本阴郁的眉眼也不禁舒展开来。牛母见状一高兴，东西先别收拾了，大牛，你把大郎、二郎、5郎和6郎带回家，娘在这儿看着，等会让你媳妇过来，你就在家照顾好几个孩子。牛母话音刚落，牛来才立刻明白，吃了糖后，2个孩子对这个舅舅越发亲近，竟然真的跟着他走了。而被忽视的周三郎仍在割猪草，屋里仅剩下四丫和小七。粑粑鸡啊，粑粑鸡，一圆一串的粑粑鸡。来的正是时候，走舅舅带你们再去买麻花烧饼。哦，太好了！来4块烧饼，老规矩。好的，来活了。小推车后突然走出来好多人，将几个还是放倒，装进推车里。说好了，这可是2个，不能少于这个数。明白，下次再有好东西可以榕树下监。还有3个，2个丫头，1个比较小，不要多。这个数要是行，晚点给您送过去。牛来才想起屋里那小猪一样的娃，也不知好不好养，能多少就多少。看货说价，你去周家给娘帮忙，我去将赌债的钱还了。有了银子了，牛来才就向着闲鱼翻身，剩下那些可不比那2个孩子，等自己这边翻了身再说。牛母在周家上蹿下跳的，然后将粮食都取了下来，又动手翻箱倒柜。姥姥不可以，后娘会生气的。四丫想要阻拦，却被一把推开，摔在地上。书接上集。姥姥不可以，后娘会生气的。四丫想要阻拦，却被一把推开，摔在地上。晦气，哭什么哭？别妨碍老娘！牛婆子在屋子里翻来翻去，一个铜板都没找到，连老鼠洞都没有放过。可是地契怎么就没找着？不对，那老太婆肯定不会将地契留给那贱人，应该不在这个屋里。牛婆子立即换了个屋子翻找起来，正好儿媳妇也来了。愣着干嘛？快来帮我把地契房契找出来。牛婆子发现地上有一块动过的痕迹，你过来挖这里。牛婆子正在屋里挖得起劲，外边周三郎也割了猪草回来了。你们是谁？来我家干嘛？快来人啊！抓贼了！喊混呢，还不去把这小屁孩的嘴堵住？1个2个的就会哭，把人吸引过来了怎么办？牛婆子瞪了一眼自己儿媳妇，牛来才家的也嫌孩子吵闹，过来把人用绳子困了起来，堵住了嘴。婆婆，来才他拿着钱又去赌房了，儿媳担心。败家玩意，你怎么就不拦着？过一会，周家地契就被找到了。穆小暖刚到门口，就听到了屋子里吵闹的声音，然后直奔村长家。村长，我家进贼了，您赶紧带人去抓贼，现在贼人还在家里呢。穆娘子，你不会是看眼花了吧？没眼花，麻烦您快带人跟我走一趟。
来的路上，穆小暖花了20文钱叫人帮忙去请官差，还答应要是对方将人请来了，他就将抓鱼的方法告诉那人。于是那人接了钱就往镇上跑。村长看这情形，立刻召集全村的小伙子。什么人那么大胆，敢进周家村偷东西？牛婆子婆媳2人就准备抱着孩子离开。这时穆小暖带着村长一行人刚进院子，撞在了一起。村长，你看，那是我们家的东西，这2人就是贼。穆小暖对书里的剧情大概知道这2人是谁，所以才故意叫了村长带人过来。牛婆子，怎么是你？你们这是干嘛？牛婆子也没想到会被人抓个现行，灵机一动，直接躺在了地上。老天不开眼啊，让那扫把星进了周家，害挂了我女儿。如今我的外孙们都成了孤儿，我看不过去，来将孩子回去养，居然还被诬陷是贼。狗屁，当老娘好欺负，入土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出现？现在来搬我们家的粮，不是贼是什么？你要带孩子走没问题，避着人做什么？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对待孩子，你当在场的人是眼瞎吗？穆小暖对了回去，人证有了，他也不愁了，上去一把将孩子拎起来，让村里人看个清楚，然后将人解开，耳朵却听到那背篓里虚弱的声音，冲了过去，一把将背篓抢了过来。牛婆子跟牛来才家的下意识的不想松手，奈何力气比不过，被褥一掀开，露出下面脸被憋得青紫的小七，看着进气没有出气多，穆小暖忍不住皱眉，这个小家伙还真是遭罪。书接上集。村长，我先将这孩子送去武大娘家，不别挂也要饿挂了。快去快去！村长伯伯，哥哥和弟弟他们被带走了，带走了。他被绑着的时候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要不是自己割猪草去了，说不定自己也被带走了。什么我周家村的孩子，什么时候轮到牛家做主了？快说周大郎他们呢？村长这个时候也发现家里少了4个孩子。没有，不知道，他们不听话，我这个做姥姥的教训他们又怎么了？我把他们接家里，自然是要带上他们的口粮被褥的，这有什么错？就是被你们带走了，哥哥弟弟都被走了。果然是让后娘教坏了。牛婆子瞪了一眼，伸手就要绑揍，但是却被人拦住了。这里不是你牛家村，更不是你家，老实交代人呢，不然就送你报官。可别冤枉人，我们可没看见，大不了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了，好心帮忙照顾孩子还有错吗？赶紧走！牛婆子甩下东西就要走，周三郎想也不想地冲了过去，把牛婆子撞倒在了地上。哎呦，我去，我这把老骨头断了，后娘养的小坏蛋，就是把你卖了都是该的。穆小暖见小七只剩一口气，赶紧用医能治疗，孩子气息瞬间就强了不少，这才把孩子送到了武大娘家。大娘，我家招贼了，小七先放在你家，等我忙完后再来抱走。穆娘子，孩子放在我这里，放心，你快回家看看去吧。谁报的官？我。这些人闯入我家，还将家里的几个孩子带走了，若不是回来的早，估计这几个孩子也不剩了。怕不是亲娘吧？他们带走孩子倒是没什么，抢我的吃食就不太好了，还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。我怀疑这个家的房契地契都让他们给翻走了，毕竟我进这个家门的时候，东西可没落到我手里。官兵直接上手去搜，一个眼神就知道这人是不是真的做了，精准的将房契地契给拿了出来。村长，来一下，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家人呢？要是没错，人我就带走了。对，这是周家的地契跟房契，麻烦大人了。官兵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人证物证俱全。县衙里还有别的事情呢，我就先走了。最主要是穆小暖给了20钱的辛苦费，至于找孩子的事情，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村里人见穆小暖不慌不忙的，想到周家的几个孩子，忍不住感叹：这后娘跟亲娘就是不一样。穆小暖又不是圣母，何况他知道剧情，自然不着急。倒是家里这3个不安顿好，可比那4个要凄惨。四丫摔了一跤，磕了头，本就不受重视的，一个脑震荡没跑了，躺在床上还晕乎呢。周三郎拿孩子好一些，但是也挨了打，膝盖跟手还破皮了，小的那个就更不用说了，差点让武官书接上集。后娘为什么不去救哥哥他们？周三郎倔强的开口，他虽然总是被忽视，但是哥哥对他一直不错。怎么救？你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？官府将人带走了，自然会审问，而且人卖了，是你有银子，还是我有银子赎人？怎么你哥哥重要，妹妹就不重要？穆小暖开始点火做饭，直接来个饭菜一锅焖，
周三郎愣在原地，看着自己被后娘包扎好的手跟膝盖。要说后娘不好，后娘没有不管他们；要说后娘好，后娘又对他们很冷漠。在家看好你的妹妹，我出去找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饿了就自己去锅里打着吃。周三郎看着走进夜幕里的后娘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了下来。牛兄弟怎么不继续了？手气正好呢。不了，家里老娘还等着呢，明天继续。牛来才不仅还了钱，还赚了几两个银子。要不是肚子饿了，他才想不起自己老娘跟媳妇。刚走到小巷里，一个麻袋套在了牛来才的后上，挨了一根闷棍，身上的钱被收刮干净之后，又丢在了衙门面前。昏暗的屋子里，一个小女孩睁开了眼，高热导致的脑袋昏沉让她不适，却也慢慢的看清了周围的环境，然后陷入了沉思。我重生了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了被拐的那一年。因为树姐的嫉妒，设计让王莹莹跑丢，被人带走。只是树姐没想到，一个大祸即将到来，整个王家不仅被抄家，还流放问斩。而她虽然因此逃过了一劫，之后的人生却并没有好到哪里。如今我重来一世，一定要将一切掌控在自己手里。这次的货不错，尤其是这2个小孩，等送到南馆去，转手就能赚一笔。可惜了这一个小的点，明天早点将人都送走。我们在这里已经停留了很长时间了。好，我去弄些酒菜回来。这天开始冷了，跑了这一趟，怎么也要明年再来了。王莹莹再次睁开眼，就看到屋子里多了4个男孩，可惜一个个都中了药，还没醒。既然我重来一世，那就要将一切掌控在我自己手里。当他环顾四周，发现居然和前世情景一模一样。不行，这次我必须逃出去，否则上了船就没机会了。穆小暖趴在墙头看屋内正高兴喝酒的拍花子，具体情况难见。还好我对剧情了如指掌，不然都找不到具体位置。人贩子太会找地方了，这地方没人又难找。想想怎样能在最快的时间去报关哦。有了。谁呀？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我是之前来卖何首乌的，我发现了一伙拍花子，就在灵山镇最西边大榕树旁的小院里。他们现在在喝酒，明天可能就要走了，或许还有接应的人。我现在还要去守着，麻烦小哥帮忙去报个关。是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，谁没事报假案？我是哪里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骗你还能不报关抓我？那好，我叫药童，马上去报关。穆小暖赶到拍花子的窝点的时候，就听到准备连夜就走。不行，不能让这些人就这么离开的，必须想个办法将人留住才行。穆小暖脑子里灵光一闪而过，躲到角落里，开始翻找空间里的东西，翻出了2颗草药，然后捏在手里，小心地摸了进院子，然后将草药喂给了马儿吃。看着马儿将草都吃了，穆小暖躲到了那一堆稻草里。现在就只能等着他们出来救。屋子里喝酒的人也散了，开始忙活，将孩子一个一个搬出来，放到马车里。穆小暖就这样藏在稻草里，亲眼看着拍花子将几个孩子给抱到了马车上。原本想要等着拍花子将人都抱出来之后再出手，没想到就看到一个小女孩从马车上跑了下来，一头扎进自己藏身的稻草里。这都什么事？王莹莹没想到稻草堆里会有人，她原本是想要借着机会将自己藏起来，等拍花子一走，她就赶紧去报关。结果这一耽误，2人都被拍花子给发现了。快抓住他们！居然想跑！不对，这个不是我们抓来的货，抓住他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 5个大男人立即围了过来，王莹莹想也不想就躲到了角落里。好不容易重活一世，我可不愿意就这样挂了呀！只能跟他们拼了。穆小暖手里拿着柴刀挥舞起来，一个虚晃，然后躲到了马车后，动脚就将堵在这边的男子给来了个暴打一击。奈何地方狭窄，穆小暖狠，这些拍花子也不是软蛋，这具身体还是比不上他原来的身体，手臂被刀尖划伤，鲜血刺激了穆小暖。这具战斗力也不行啊！想当初我可是百战百胜。快点，先把货拉出去。你俩去把那2个贱人抓住，动静不要太大，免得把官兵招来。见穆小暖受了伤，拍花子一拥而上，穆小暖找了机会冲出了院子。也是这个时候，捕快带着衙役来了，看着被追的穆小暖，立即上去帮忙。院子里的拍花子听到捕快来了，也顾不得疼，想要驱赶马车，结果马儿晃动的不走，甚至是撅蹄子刨地。他们都是拍花子，一共5个人。有了捕快的加入，穆小暖也不跑了，对着之前伤了自己的拍花子就砍了过去。敢伤老娘，不信你一条胳膊都对不起老娘流的血。捕快看到那断了条手臂的拍花子，忍不住多看了穆小暖几眼。这个女子是个狠人，是你让人报的官？还是今天那位捕快？是我家那4个继子都在，里面还有几个女子跟孩子。
人贩子最终一个都没跑掉。这个时候，大夫也赶了过来，看到穆小暖手臂上的伤，大夫拿了伤药出来，让药童给穆小暖重新包扎一下。太过分了，为了方便转移，竟然给孩子下这么重的水，看来今天是回不去家了。穆小暖之所以还没走，一是因为天太黑了，24个孩子自己背不走，3就是捕快说会有奖赏。穆小暖就在衙门的大堂将就的小睡了一会。都行了，下次别那么蠢，我不一定每次都能这么好心。吃了东西，一会该回家了。周大郎看着手里的包子，强忍着要掉下来的眼泪，将包子分给了弟弟妹妹，然后低头吃了起来。这肉包子太香太好。书接上集，周大郎吃完包子后，这才注意到这个地方很陌生，直到看到穿官服的捕快走了进来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。我能带他们离开了吗？可以了，这是官府给的赏银，那些孩子的家人还没找到，到时候我会将人是你救了的事情告诉他们的。那我不客气了，好歹挨了刀子，有了这赏银，刚好补一补。穆小暖说给自己补补，就真的补补，到了肉摊子上买了不少的肉，大骨头买了几根，排骨也买了不少，还买了一猪蹄。快看，那不是周家的双胞胎吗？这是让后娘给找回来了。还真是，也别说，这虽然是后娘，嘴巴是毒了点，但是心是好的，看样子是熬夜将人给找回来了。屋子里，一个病歪歪的躺着，三郎抱着小七不停的哄，却怎么都哄不好。你这是晃了多久了？也不怕把他晃散架了？后娘你回来了，我不会哄孩子。早上武大娘来了，把小七抱走了，送回来小七睡着了，刚刚醒了，没一会又大哭了起来，我这才抱起来的。行了，你们检查一下他是不是拉了，换干净的，然后抱去武大娘家，中午饭自己做，不要叫我。穆小暖看了一眼，直接将孩子丢给大的，转身就进了屋里，躺着睡大觉了。大哥，我去拿干净的尿戒指，老二去弄些温水来，你继续看着孩子，不用抱着了，在床上不摔下去就行，不要吵后娘。给小七换好之后，周大郎让2个弟弟做饭，然后自己抱着小七去武大娘家。吴奶奶，我抱小七来了。你们回来了，你后娘没事吧？孩子给你婶婶。周大郎听话的将孩子送到了翠手里，然后被武大娘给拉到了院子里坐着等。我们都回来了，可是后娘她手受了伤。哎，人都回来了就好。昨天官差都来了，要不是你后娘回来及时，你剩下的弟弟妹妹也都没了，房契地契的都被翻了出来。吴奶奶今天跟你说话，你们也别总觉得你后娘对你们不好，她也不容易。武大娘自己就是寡母带大孩子，还只是一个孩子，若不是自己有门手艺，日子还不知如何过。你后娘进门，家里一个顶梁柱都没有了，还要照顾你们7个，又是进山又是下河的，她不婆了都护不住你们。但是到底她也不过是个没当过娘的姑娘，村子里就是亲生的也没几个不挨爹娘打骂的。但是你看他们一个个还不是转头就忘，哪来那么多的仇恨？生恩不及养恩大，养大一个孩子远比生一个孩子要艰难。周大郎没有说话，这些话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。我今早去你家，你三弟说你后娘出去了1夜都没回来，村里都有议论她是不是跑了。可是这不都打脸了？你们后娘是个面冷心热的，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。你对她好，她对你好。周大郎清楚地记得村长伯伯告诉他的话，没了后娘，他们家的东西就保不住。若是昨天后娘在，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？哎，这些孩子到底是被周婆子给宠过了。书接上集，大郎，你那后娘是刀子嘴豆腐心，相处好了也会像亲母子一样了。武大娘看着一直不说话的周大郎，哎，这些孩子还是被周婆子给宠坏了。小七被抱了出来，周大郎说了谢谢，抱着小七回家了。四丫怎么样了？妹妹从昨天晚上睡到今天都还没醒，撞了头，又挨了姥姥舅娘的打。我们没有姥姥，更没有什么舅舅舅娘，以后记住了。周大郎突然出声，言辞有些凶狠，周三郎几个都被吓了一跳，但是却纷纷点头。大哥，四丫醒了，但还是不能下床，给四丫喝点粥就有力气了。周二郎给四丫盛了半碗粥，刚喝一口，差点把吃下去的粥都吐出来，最后忍住了。后娘，饭留在锅里了。今天炖了排骨汤，你们看着火，我出去一趟。后娘去哪里？昨天的事情他心中依旧有阴影，下意识的想要知道穆小暖的踪迹。去后山把昨天捡的栗子松塔弄回来。后娘，我们跟你一起去。三弟，你在家看好排骨汤，看好火，别煮糊了。穆小暖淡淡的瞥了一眼，
随后大步走了出去。大郎、二郎紧跟穆小暖身后。你们既然来了，就把这些都捡了，别想着偷懒。穆小暖丢下一句话，就去弄木头去了。捡松子不着急，先把那破旧的院子围起来，不然3天2头有人来，那院子什么都挡不住。大哥，后娘是不是嫌弃我们？周二郎忍不住疑惑，可惜没得到自家大哥的回复。还好有着微弱的空间，不然这2棵栗子树和这些松塔，我得用多少天才能运到这山脚下？穆小暖去村长家借了板车，将木头堆到车上拉了回来。穆娘子这是准备将柴火拉去卖吗？倒是收拾的真不错。围一下院子，孩子太小，离山脚又近，怕野猪进来把孩子吓到。村民见状也不再多问，不过倒是觉得这穆娘子确实是个能干的。这力气虽然用了板车，但是一般男子都不一定有这么大力气拉得动，更何况这穆娘子手还受了伤。终于都做好了，来回折腾总共花费了3天的时间，院子前后后都给围起来了。以后在家就把门从里面关上，不认识的人不要随便开门。围墙弄好了，穆小暖将目光又放在了屋子上。这要是下雨，外边大雨里面小雨的，睡觉都不踏实，一场秋雨一场寒，盖房子现在还不能盖，太招人眼了。然而就在穆小暖想着怎么修房子的时候，有人送来了重新盖房子的借口。就是这里了。自从上次的事情，这几日穆娘子一直在家中修屋子，这个时候肯定没出门。村长陪同着人前来找穆小暖，是之前孩子被拐了的那些家人过来道谢了，还有捕快陪同着。多谢恩人，恩人这是要修房子，明日我就带人来，虽然不能给您修多大，但是重新翻盖绝对没有问题。多接上级。多谢恩人，恩人这是要修房子，明日我就带人来，虽然不能给您修多大，但是重新翻盖绝对没有问题。穆娘子不如先下来，我们也愿意出力。能让拍花子看中的孩子，长相都不会差，长得粉雕玉琢的孩子，家里太穷也养不出来。于是乎几人都不等穆小暖开口，已经商量好了，出钱出力，直接给盖个5间的青砖瓦房，摊下来一家也就3、4两银子，再出些力，屋子他就有了。如此那就多谢了，就是要麻烦村长给另外批块地，就在这旁边，反正这周围也没有其他人家，家里孩子多，这屋子拆了可惜。穆娘子这是打算自立门户，不要孩子了吗？哎，村长看着周家几个孩子，只能暗中叹气，希望能人心换人心吧。自然没问题，是您客气了，这样更好，不用再麻烦一道拆屋子。几对夫妇也是松了口气，就怕不收，收了这恩也就算是还了，不收将来这人情不知该如何才能还得清。还有一位小公子的家人想要感谢您，不过这家人身份尊贵，穆娘子不如跟在下走一趟。可以，麻烦大人等等，我将家中安置好。那我便在村口等着。后娘真的要盖房子了吗？那她是不是就不跟我们一起住了？周三郎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，周二郎也想知道，唯独周大郎站在门前一直看着外边。我出去一趟，你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。你是不是也要丢下我们了？所以你在门口想了这么久，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与其有时间在这里瞎想，不如多干活，起码我看着顺眼，说不定就不走了。穆小暖没有多解释，丢下一句话便走了出去。大哥，后娘的意思是走还是不走？若是之前周二郎还想着等自己长大了将后娘赶走，现在他已经不再这么想了。后娘不走了。周大郎也反应了过来，若是后娘要走，哪里还要盖什么房子，直接拿了钱走不是更方便？后娘是不走了，但是不一定继续管我们，所以还是要靠自己。村里人忍不住羡慕，于是之前借钱给周家的那些人忍不住蠢蠢欲动。周家都要盖青砖瓦房了，是不是该把欠我的钱还了？是，穆娘子都在村里落了户，那周家的孩子归她管，这些债自然也归她。是啊，这年头大家都挺难的。就是你救了我儿，瘦瘦弱弱的，真看不出来。不过我们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，你想要什么，哪怕是改嫁做个官夫人，本王都能够满足你。镇南王早已经将穆小暖的身份查个一清二楚了。我不想当什么官夫人，您不如直接给钱，我这身份有钱傍身吃好喝好就行，其余的太惶恐了。天啊，根据书里剧情，我这时把男主救了那个害自己被发现的小丫头王莹莹，应该就是女主。我不求大富大贵，只希望周家兄弟不要跟他俩再有交集。原本还欣赏对方不卑不亢的神态，现在那点好感顿时消失了，感觉自己就像看错了人。不过对方到底救了自己儿子，镇南王也做不出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，就直接拿了1000两出来。谢谢王爷，家里还有孩子等着吃饭，就先走了。镇南王点了点头，穆小暖就这么干脆的拿钱离开了。本来想给孩子找个名师，
没想到却出了这档子事。书接上集，镇南王此次出行带着儿子，想要让儿子见见世面，替儿子寻找名师，没想到居然出了意外，被拍花子给带走了。这些人也是狡猾，兵分两路，镇南王追错了方向，以至于没能及时找到儿子。穆娘子，也不是我们不通人情，实在是现在家里不宽裕。你看你如今这意子越来越好了，不说都还了，先还一部分，让我们也好过了今年这个冬，你说是不是？还钱可以，但是今天不早了，不如明天叫上村长一起，也好做个见证，大家也都早点回去做饭吧。村里人原本以为穆娘子会不愿意，没想到人家不仅态度好，还十分的干脆，这准备的话都没说呢，事情就解决了。都过来吧，今天你们也看到了，别人上你们家来追债了，我这个后娘可以替你们还，但是这算是借给你们的，这是你们周家的房契田契，房子你们住着，房契你拿好，我不会替你们管家的，弄不见了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。穆小暖将房契塞了过去，这是田契，就2亩中田，1亩地扣了税也就1担的粮食，养活你们自己都不够，我先拿着，就当你们抵押在我这里的地，你们可以继续种，我也可以教你们种，等你们什么时候赚到钱了，再从我这里把田契拿回去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七兄弟明算账，更何况他们这种后娘继子的关系。周大郎看着桌面上的房契田契，最终将房契拿在了手上，小心的叠好。看来没有意见，那就做饭，还是炖大骨头，多放点护瓜，我去把屋顶修了。大骨头炖在锅里都不香了。周二郎在酣也感觉到了后娘对他们的不在意，而周三郎则是着急害怕，但是大哥没说话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大哥，我们之前是不是做的太过了？显然周二郎也想起了自己之前又是顶撞又是要跟后娘对打的事情，耷拉着个脑袋如同丧家之犬一般。奶奶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些日子我们都吃不上饭，那周家听说都盖新房子了。牛婆子的大孙子立即告状，凭什么我家过得这么不好，都要吃土了，他家还能盖新房子？娘绝对不能放过那贱人。牛来才也咽不下这口气，在大牢里的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，男的跟男的关在一起，牛来才就是个欺软怕硬的，在里面什么都要做，被当成一个娘们欺负，出来的时候还被威胁了一番。吃完饭咱仨合计合计怎么收拾那贱人。第二天，穆小暖让几个孩子去地里割草喂猪，而他独自一人进了山。这时牛来才就领着自家老娘偷偷的来到了牛家村。小贱人居然还想住进砖瓦房！因为旁边在修屋子，四丫在家并没有关上门，牛婆子二人溜了进来，有围墙挡着了，反倒方便了两人行动。姥姥，怎么是你？四丫忍不住哆嗦，下意识地护住床上的妹妹。娘，那小贱人不在，那就把这2个抱到山里扔了，都是赔钱货，留着做什么？牛婆子狠毒地看着床上的2个丫头片子，上去就将四丫的捂住嘴绑起来，然后收刮了东西，迅速地撤离，通过后门就往山上走。书接上集，要不是现在没人敢收，把这2抱去卖了，也能换2个钱。扔远一点，免得人跑了被发现了。这贱人家里居然吃肉，老娘在大牢里受罪，她居然想服。牛婆子越想越不平衡，连往常不敢进的深山都走了进去。不，你放我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四丫好不容易将嘴里堵着的布吐了出来，立即大喊，挣扎着要跑。贱丫头，再乱动我直接摔你！狼，有狼！牛婆子被吓得直接将孩子扔在了地上，扭头拉着儿子就跑。快跑，留那2个贱丫头喂狼！牛氏母子2人就这样跑了。身后狼的叫声吓得2人从山坡上滚了下去。穆小暖冲过来时，眼看2个孩子要进狼嘴，立刻用异能将四赶走。可恶，我的异能又剩下这么一点点。穆小暖现在也没力气去给四丫解饱，从空间里取出食物以及挖到的人参都被穆小暖吃到了肚子里，这才感觉到异能的恢复，身上有了力气，将2个孩子放进了背篓里。穆小暖提着狼走下了山。快看，那不是穆娘子吗？这是遇到狼了，还受了伤。后娘，妹妹不见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2个孩子被人抱进了山里，遇到了狼，刚好让我发现了，麻烦大家了，我现在不方便招待，大家各回个家吧。众人见状，知道2个孩子没丢，又见穆小暖一身狼狈，还染了血，于是纷纷散开回家。还好剩下一点异能，要不然我就直接在狼肚子里了，还是要赶紧修炼，不然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这边四丫也醒了，
周大郎从四丫嘴里知道了一切，默默地做了饭，将穆小暖那一份给送到了屋里，带着弟弟妹妹们吃饱了洗澡睡觉。半夜，穆小暖听到院子里有动静，于是爬了起来，就看到一个小身影走了出去。谁呀？大晚上不睡觉？穆小暖跟了上去，两人保持这一段距离，也不知是不是周大郎太过专心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跟着，一路走到了牛家村。村子里静悄悄的，周大郎最后停在了一户人家面前，四下转了一圈，突然点了火扔了进去，而且点了不止一处，可见有多么的仇恨。后娘！周大郎没想到自己一转身，身后有人，这人还不是别人。下次做事做干净一点，你这样点火很容易祸及他人。穆小暖给了周大郎一根树枝，让周大郎将自己的脚印给迅速消除，然后给隔壁家猪圈里扔了块石头，听一声响响，那户人家就跑了出来。什么人那么缺德？走水了，快起来，走水了！牛家茅草房4个角都点了火了，躲都躲不了。晚上吃得好，本就睡得死，这天有些冷，火起来的时候只觉得暖和，翻个身继续睡。等知道走水了，房梁都点燃了。这一把火放得可舒坦，你心里舒坦了，可想过后果？周大郎不说话，明明之前还帮自己毁灭证据的后娘，现在突然教训自己，他还有点不适应。不说话是吗？很好，我也不与你浪费时间，回去就在院子里跪着，跪到太阳起来了才能站起来。穆小暖说完，一把将人提着带回了家，丢在院子里，把门一关，直接回屋睡觉去了。院子里的周大郎看着消失的背影，老老实实的跪在了院子里。我没办法教，那么就找个人来教，能够成为未来权谋家的人，与其放在家里自由生长，还不如找个正派的严师管束着，耳濡目染，总能学到3分好。2个孩子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穆小暖决定报官，趁着恩情还热乎，家里也没了药，正好也要去给周大郎找老师。穆小暖这一次交代几个孩子老老实实在家，把门关好，今天做饭的事情都拖了出去，然后去了镇上。我来买些伤药，您再顺便给我开些补气血的，我顺便跟您打探些消息。你这是又受伤了？遇到了狼，您看这狼，您有需要吗？手，这狼怎么没伤口？不对，脖子断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掐断的。皮毛完整，不过我只需要狼肉，卖给我可卖不上多高的钱，你要不然再另找卖家。面前就是个狠人，老大夫也不想占穆小暖的便宜。我懒得麻烦了，何况还准备跟你打探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我想要找一位严厉又正直的先生，越严厉正直越好的那种，能教大道理的。你这是要给孩子找先生吗？是，不过不是为了科考，所以最好是十分有能力，能够压制住学生的那种，不过必须正直。这要是光找个狠厉的，那还不容易。你这怕不是想要找个大儒？人不大，想法挺大。那您可有知道的人物？要是合适，这狼就白送您了。还真有，不过你想要送孩子去，只怕不可能。为何？既然有这号人物，穆小暖也不想放弃。这也不是多难打听的消息，人不在咱们镇上，在隔壁西平郡，刚从朝堂上告老还乡的大儒，据说还给皇子教过书，但是为人太正直严厉，母亲重病，于是就请辞了，上个月才还乡了。老夫也被请进，病得确实厉害，需要用好药养着，除非能找到百年老参，再配伍灵芝等物，不然哪里那么容易治好。灵芝自己有，这个人参刚刚被自己给吃了，本来还想着最近不进山的，现在看来还是要进山。这熊孩子必须早点送走，免得那天又想不通被人迫害了干坏事。他不是个大官吗？怎么会买不到人参？你以为人参是萝卜，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到，还得有权。这个大儒虽然有权，但是因为太过正直，这人参就变得格外难得了。这样严以律己的人确实少见，我现在就需要找这样一个人。看来进山得抓紧。这牛家人才放出去不到2天，居然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了，这还是不是亲的了？怎么连你这个后娘都比不得？穆小暖看了捕快一眼，捕快这才意识自己嘴快了。行，我这就带人走一趟，这次可没人给他们顶罪。穆小暖炖了一大锅的肉，然后准备了充足的食物。第2日又进山了，周大郎想要开口拦，又不知如何开口。还好我修炼的是木系，一进山就觉得浑身都舒服了。不行，等把周大郎这个麻烦精送走，我非要进山好好待一段时间，赶在没上洞之前，否则大地沉睡，修炼的进度也会变得缓慢。经过数天的修炼，穆小暖异能也增长的不少，而且空间也扩大了，还放了不少药材。最重要的还是挖到了千年人参。这山以后还是要来的，不为赚钱，就为了修炼。钱现在他不缺了，房子都有人送了，想想这日子就美得不得了。大哥，后娘是不是不回来了？四丫看着大门口，她每天都在门口守着，
但是后娘却一直没有出现。大哥，快看，是后娘！后娘回来了！后娘回来了！我回来了，你们这么高兴的吗？后娘回来了，真好！四丫连连点头。娘的记忆在四丫脑海里逐渐的变淡，在经历了2次生死之后，四丫脑子里浮现的都是后娘的身影。行了，都抱着我，我怎么进家？感觉还行，这些日子不算白头喂了。看着院子干干净净的，松子都敲了出来，放到了竹席上晒着，松塔堆在角落里风干。后娘，我带小七去我奶奶家。去吧，感觉这孩子怪怪的，不过不给自己找事情就好。周大郎看着后娘身上除了沾了泥，并没有伤，悄悄地松了口气，抱着小七出了门。后娘，我去给你烧水，早上还有些饭，你要不要吃？穆小暖点了点头。周二郎屁颠屁颠地去了厨房，周三郎站在原地，突然面前多了一个果子。后娘，你是知道今天是我生产吗？穆小暖一愣，这个他还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回家看着井井有条的，心里舒坦，顺手给站在身边的周三郎一个果子。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吃吧，每个人都有，这是你们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奖励。晚点弄些面，给你煮一碗面条，就当过生辰了。穆小暖一会功夫就把面条煮好。这是长寿面，不能断，吃吧，不够还有，多了个鸡蛋。谢谢后娘。周三郎大声地说着，把脸上的泪抹掉。过了今天他就6岁了，不再是小孩子了。他知道后娘跟娘的区别。后娘对我这么好，以后要好好照顾后娘。蘑菇鸡汤面明明没有辣子，却熏得周大郎眼泪掉了下来，不敢抬头，默默地把面吃完。明天一早，你跟我去一趟西平县，我教不了你，给你找个先生，你最好是能够让那先生收下，不然我还要再麻烦一趟。周大郎刚听了个开头，还以为自己要被放弃了，没想到后娘居然给自己找了先生，而不是要将自己赶出去。大哥，后娘说送你去念书，你想读书吗？周大郎看向了自己弟弟，两人是双胞胎，若是自己能够去读书，那弟弟呢？我就不是读书的料子，大哥不用担心我，我想学武，将来做个大将军，等我年纪到了，我就去当兵。三弟你呢？周大郎看向比自己小1岁，总是被爹娘奶奶忽视的三弟。我听后娘的，而且我也不是读书的料，要是习武，我觉得可以。早饭都没吃，穆小暖就带着周大郎出门了，连衣服都给打包好了，那意思送去就不带回来的模样。不得不说，这户人家还挺好找的，姓霍，又是告老还乡的大官。穆小暖随便抓了个人就问到了路。后娘，他在那跟人说后娘把大哥给卖了，又说后娘比我们找了后爹，然后周狗蛋抢了四丫手里的糖，还骂四丫赔钱货。穆娘子这是去哪了？买了这么多东西，居然还有棉被。送周大郎去念书了，都是别人送的。穆小暖随意的说了一句，当着众人的面直接进家了。我才不信，说不定是把周大郎给卖了换的。要知道那棉被一床最便宜的都要2两银子，那有好几床棉被吧？看着都不轻，不得20-30两。总有那心里不平衡的张嘴瞎说，但是说着说着，有心的总会听进耳朵里，越传就越不像样了。10月28，新房总算是盖好了，进新酒还是要办的。穆小暖不收礼，就当请大家给新房子暖暖人气。菜还没上桌，后边孩子的哭闹声就响起。你走你走，我们家的饭菜不让你吃，你们都是坏人。四丫推着一个妇人就往外赶。这是怎么了？后娘，他们说你坏话，还抢我们吃的，不让他们来我们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三郎，你过来，给我把事情说清楚。穆小暖一点名，周三郎就走了过来，而之前那妇人伸手就想要拉住周三郎。误会都是误会，那个穆娘子，这孩子听差了，小孩子难免会抢东西吃，我回家肯定好好教训他。这不就是周王氏吗？村里有名的碎嘴。呵，一个10岁的孩子抢4、5岁小娃的吃食，可真是好教养。我倒是要听听是什么话听差了。周王氏，放开我们家的孩子，要抓你们家的。穆小暖一声暴喝，周王氏松开了手，周三郎立即走到了穆小暖面前。他在那跟人说后娘把大哥给卖了，又说后娘比我们找了后爹，然后周狗蛋抢了四丫手里的糖，还骂四丫赔钱货。很好，来我家吃我的喝我的，还抢我们家孩子的糖，背后还说我坏话，真当我好欺负不成？穆小暖过去一把将周铁蛋提了起来，吓得周王氏连忙追了上来。只见穆小暖将人往外一扔，以后再敢踏入我家的门，打断你的腿。穆小暖放完狠话，然后转身看向准备坐席的众人。大家来给我暖房，我是欢迎的，好菜好肉的给准备了，也别为了那起子嘴碎的影响了心情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这里就麻烦村长您给镇镇场子，马上开席了。
穆小暖的话一出，大家又继续热闹了起来。后娘，我想大哥了。想他了？过年就回来了，那么远，要是每个月都回来，来回就要20个铜板，你算一算，能够买多少糖了？西平县霍家，霍正彦既然收了这个学生，自然不会放任在一旁不管，让管事安排好，不用太好，但是该有的不能少。刚打算给自己新收的关门弟子来个深度沟通，结果又有人登门拜访了。老爷是镇南王，好像也是来拜师的。管家的话说完，虽然没有看向周大郎，但是周大郎却看向了管家，然后又将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先生。原来先生这么抢手，自己昨天才被后娘送来，今天就又有人来要拜师了。过门是客，走吧。如今你既然已经是我霍某的关门弟子了，自然也是要让外人知道的。拿出昨天与我争辩的气势来，站直身体，目视前方。一会来的客人身份虽然尊贵，但是也不比正常人多一张嘴一双眼。你自称晚辈就好。霍正彦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，自己这个关门弟子还没大名呢，他霍某的学生还是关门弟子，总要有个合适的大名才行。以后你就叫周炼之，百炼成钢之意，与你后母所说的小术不修何以成才同出一理，去其杂质，成其精粹，可记住了？是，先生，炼之记住了。很好。霍正彦点了点头，然后带着新出炉的周炼之去见客了。这位管事留步。这位娘子有何事？这里可是告老还乡的霍大人住的霍家。是，我带家里的孩子来求学，顺便送药的，不知可否请霍大人见上一面？我家老爷现在不收学生，这位娘子还是带着孩子去别的地方吧。管家态度很好，并没有因为穆小暖的穿着而看不起人。我们不如进府里说，这里不方便，万一我带的药正好是你们需要的呢？管事见状，将人带进了宅子。穆小暖将灵芝拿了出来。灵芝或许不能完全治好，却也能让老夫人的病情缓解。娘子贵姓？我这就去禀报老爷。我姓穆。老爷，有位穆娘子送药来了，她说带孩子来求学，并且拿出了一株灵芝，个头年份看着不小。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愿意送药过来？算了，去看看吧。霍正彦在朝为官，因为太过正直，做了太傅，结果反倒是惹了人眼。太子不肯听劝，最终被排挤。母亲重病，索性告老还乡，不是没有愿意送药的，但是那都是有所图谋，再加上太子党的阻挠，大多数的人更愿意落井下石。老爷，这位就是穆娘子，请坐。不做了，病人耽误不得，而且我也赶着回家，大人可有信得过大夫来验药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大人将我家这个孩子收做关门徒弟，以后吃喝在府上，听大人教导。这人参一看年份就不低，自家老爷托了那么多的关系，最终却没能拿到。这穆娘子真是个牛人啊！这颗人参是我前天挖的，不属于任何势力，大人只管放心用。我家这个孩子因为受了些难，从前未好好教导，性子有些偏。我从我们镇上的百草堂大夫口里知道了，大人是个格外正直之人，希望耳濡目染，能够将他引入正道。两位主要摆在了面前，霍正彦确实是心动的。当年母亲为了将他带大，送他念书，生生将眼睛熬瞎了。因为他的正直，母亲病痛缠身，却没有喊过一句痛，让自己这个儿子为难。你们并不像母子。我就是个后娘，这是我的继长子。穆小暖开口承认，周大郎在一旁握紧了手，却没有出声。养虎为患，不论这人参还是灵芝，穆娘子既然能寻来，那便是有本事之人，完全可以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，为何多此一举？霍正彦的话让周大郎心口一凉，但是想起自己曾经的想法还有做过的事情，头再度低了下去。霍正彦将一切看在了眼里。因果关系吧，小树不修何以成材？今日因，将来果。若是看走眼了，那就当我一片真心喂了狗。不过这药材送给大人，也不仅仅是为了这因果。大人是个好人，我也希望这个世间多一分清明。漂亮话谁不会说？霍正彦也听出来了，不过却没开口指出来。他是正直，却不是傻，否则也不能被指作太傅，可惜了。你过来，叫什么名字？霍正彦看向周大郎，周大郎被穆小暖一拉，站到了人前。周大郎，你不服气？霍正彦倒是来了兴致，或许是母亲的药，不用担心了。看着面前不服却又别扭的孩子，与他那些儿孙完全不一样的性子。对，后娘也是娘，你凭什么说我们不是母子？周大郎将话喊了出来，心里酸，眼眶子也跟着酸。之前的他确实不认后娘，但是经历了那么多，后娘在他心里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。难不成我带错人了？这不是周大郎，是周二郎。后娘也是娘，希望你从今往后都能记住自己今日所说的话，免得他一番心血喂了狗。还不端茶叩拜先生，
穆小暖开口，随手就将侍女刚送来的茶水塞到了周大郎手上，周大郎却老老实实的双膝跪了下来，3个响头磕的那叫一个实在，都没给霍正燕反应的机会。后娘连衣服都给我打包了，我要是留不下来，就真的对不起后娘了。霍正燕看着面前的茶，等了好一会才端了起来喝了一口，这个学生算是收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霍正燕的关门弟子。我霍家有36条家规，若是违者，逐出师门。管家见状，已经让人去拿家规家训了。盘子端了一托盘的竹简，最后郑重的放到了周大郎手上，没人叫起，周大郎就一直跪着，直到接过了竹简。这算是被收为贵客临门，有失远迎。霍正燕拱手行礼。周炼之路上已经从管家那里知道该怎么做，虽然是临时抱佛脚，但是动作上也算中规中矩，跟着行了礼。是本王恶客上门为弟拜帖，还请见谅。镇南王回礼，然后宾客相互入座。这是本王寻来的百年老参，听闻霍老夫人需要以老参入药，特此送来。多谢王爷好意了，家母已经寻得良药。炼之过来，这位是镇南王，给王爷请安。这是我收的关门弟子，虽是个农家子弟，但是他的母亲是个难得的开明之人。霍正燕将周炼之叫到了跟前，镇南王看着面前穿着普通的孩子，还没想到要怎么说，自己儿子先跳了出来。是你是那双胞胎之一。镇南王见状，原本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，仔细地端详了一番面前的男孩。看来此次之行是没有收获了，倒是有缘，你教炼之是吗？你那后娘确实是个开明之人，既然为你求了名师，那就好好学习，不要辜负她一番心意。之前镇南王还真以为那木娘子是个贪财的俗人，现在看来，或许对方只是不想与他们王府有牵扯，这样也好，他也不做那恶人，就是有点可惜了。霍正燕这个人是个难得的人才，若是自己儿子能够拜其为师，将来必有一番成就。是的，既然霍大人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那本王便不强求，祝愿霍大人早日归位。从前已是往事，霍某如今不过是一介白衣，只想尽孝道，好好教导这一个学生。这人参王爷还请收回，无功不受禄。慕容云将周炼之这个人给记了下来，先生拜不成了，镇南王也不能离京太久，带着人走了，随手给了周炼之一个见面礼。若是将来能够进京，可以来找本王。谢谢王爷。倒是没想到你母亲与镇南王还能牵扯上关系。今日我先带你熟悉环境，明日起就该正式开始学习了。镇南王给的玉佩，霍正燕让周炼之收好，将来的事情谁能知道？不过这样的东西总归不能随意摆放就是了。周炼之却已经打定主意，这个东西回去就交给母亲收着。穆小暖住进了新房里，舒服的打滚。虽然不能将席梦思弄出来，但是阳光晒过的被褥躺着就让人舒服。只是总有人不想穆小暖过得太舒坦。原身穆大丫的弟弟穆大柱带着自己的媳妇喜儿上门来了。大姐，有件好事要告诉你，喜儿怀孕了，你要有侄子了，是不是特别的高兴？穆大柱一脸喜气地对着穆小暖说道，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媳妇扶着坐了下来。喜儿一双眼睛四处的看，怎么都跟没见过新房子一样。又不是我的娃，你高兴就好。大姐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这肚里的孩子可是跟大柱姓穆的，家里什么条件大姐也是知道的。我现在有了孩子，害喜的厉害，这才想着让大姐贡献一些，将来孩子长大了才会孝顺大姐不是？你害喜难受，应该找你男人，又不是没断奶的娃。当初你们成家，除了盖房子的钱，还有给你们家的彩礼钱，剩下的都在你们小两口手里。我开荒出来的地，如今也是记得你男人的名字。大姐怎么能够这样？当家的身体不好，那2亩地交了税，还能剩下些什么？姐，你是不是忘了娘临终前的交代了？我们穆家好不容易要有后代了，你怎么能够不重视？这样，你拿些钱，再那些鸡蛋，就当给喜儿补身子。喜儿，你就原谅大姐，到时候还得让大姐回家伺候你月子呢。大姐，你笑什么？我在笑有人异想天开，你怎么不让老天直接给你掉个金疙瘩到你嘴里？口气挺大，又是拿钱又是鸡蛋，还想老娘伺候月子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穆小暖的手已经握住了新做好的鸡毛掸子，韧性十足，打人也趁手的很。这不都是姐你该做的吗？难不成你嫁了人就不管我了？要不然姐你就回家吧。不对，这好像不是周家起的房子。这样，我带着喜儿住进来。姐，你把这些拖油瓶赶回周家去，他们家又不是没有房子。穆小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了，鸡毛掸子啪的一声打在了穆大柱的手上。老娘的东西也是你敢想的？怎么花老娘卖身钱花上瘾了？遗言，
全村子人都听着的。老娘不仅把你养大了，还给你娶了媳妇，盖了房子，弄了地，对你仁至义尽了，长姐如母。老娘没让你孝敬老娘就不错了，还敢上门来安排老娘的东西。我今天要是不打醒你，对不起去你了。姐，你快住手，疼死我了！告诉你，从出了那个门，在周家死了2个人之后，你没有登门看过我这个做大姐的。最艰难的时候，连人都没有出现过，我就已经不是你姐了。你最好现在就给我带着你媳妇滚，否则别怪我再打你一顿。两人来的时候就是两手空空，就没见过这样走亲戚的。村里的人也看到了，这会听到这话没说什么。大姐，你这样不认亲弟弟，以后孩子出生了，别怪我们不认你。这周家可没有一个跟你是亲的，我们来是为你好，你还不领情，将来遇到的事情，别说我们不帮忙。滚！老娘就当白养了个白眼狼送你了，什么狗屁亲人！穆小暖提着鸡毛掸子冲过来，穆大柱也是被打怕了，连忙扶着自己媳妇要走。后娘喝水。穆小暖满意的看着小丫头害怕的表情。害怕就好，懂得害怕就不容易被人利用。我好怕，但是后娘这样好厉害，好崇拜啊！周二郎生日那天，一大早就起来蹲在了穆小暖的门口，差点没吓到穆小暖。后娘，今天我生日，能不能跟3弟一样吃一碗长寿面？穆小暖一点都没克制自己的手，一个巴掌打在了周二郎脑袋上，不重，就是为了撒气的。下次不许蹲门口吓唬谁呢？知道了，以后谁过生日自己提前1天说。周二郎被打一巴掌也不恼，抬手摸了摸脑袋，高兴的去干活去了。今天是我跟2弟的生日，后娘会不会也像3弟那样煮长寿面给2弟吃？我想应该会吧。周家大郎是不是真的让穆小暖这个后娘给卖了？估计是，不然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了？穆小暖在家没事了，就带着周二郎、周三郎砍柴火，这些谣言自然也不放心上。想要从军，就要有一个壮硕的身体，劈柴可以锻炼臂力腰力，下盘要稳，不然连斧头都挥不动。等明年我艺能再增长一些，看给这2个大的也找个师傅什么的。周二郎觉得后娘的话很对，每天乐此不疲的挥舞斧头砍柴，锻炼身体。今天是腊月初8，天气不错，家里一大堆的松子板栗，穆小暖准备解决一些，吃不完，而且不能让这些小家伙以为家里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。都准备好了。周小七被送去了武大娘家，为了让小家伙多吃点口粮，穆小暖许诺杀猪时送2个猪脚过去。穆小暖将家里的板车弄了出来，2口大锅都带上了，准备一个糖炒栗子。周二郎跟周三郎一人看1口锅，四丫跟小双胞胎负责打包收钱，穆小暖就是坐镇的。卖出去的栗子跟松子扣掉成本3、7分，穆小暖7，剩下的3就归几个孩子。所以能卖出去多少就看孩子自己了。你们学着点，看看别人家是怎么喊的，价格已经定好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了。几个孩子在家也都商量好了，为了能够出来挣钱，几个孩子已经在家演练了很多次。卖糖炒栗子了，2分热甜的糖炒栗子，3文钱1份，5文钱2份。周五郎喊完，周六郎就接着喊：卖炒松子，5香炒松子。又香又好吃的松子，3文钱1份，5文钱2份。小孩子清脆的声音响起，顿时吸引了不少的人。然后看到2个半大的孩子站在炒锅面前，卖力的翻动锅铲，也纷纷好奇的走了过来。怎么就2个小孩子掌勺？你家蛋炒松子，松子，又香又好吃的松子，3文钱1份，5文钱2份。怎么就2个小孩子掌勺？你家大人呢？后娘在休息，哥哥们能弄好的。什么？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女人，让一群孩子干活？这要是烫到了或者遇上拍花子怎么办？小娃娃别怕，你告诉哥哥，我找你后娘理论去。男子顿时气愤起来，周围的人一听后娘2个字就觉得不好。呵，怎么后娘碍着你了？我就是那个后娘，怎的这么正气凛然？你把他们都接走去你家养着。那个农家的孩子3、4岁了，不帮着家里干活，怎么这满大街小孩子摊摊的，难不成家里全是后娘养的？我什么？我一个后娘养6、7个孩子，让他们干活怎么了？缺他们吃了吗？缺他们穿了吗？还是你看到我虐打他们了？行了，要是真想要帮这些孩子，还不如多买1份炒栗子。你们家摆摊，你这样咄咄逼人可不好。大哥哥，后娘是好人，后娘推车子已经很累了，所以要休息。原来是个误会，但是这也太咄咄逼人了，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5香炒松子，又香又好吃，提前出锅喽，给你。就这么给我，你不怕被骂吗？不会，后娘很好的。男子再看向在板车旁闭目养神的穆小暖，见对方确实没有动，伸手接过了松子，
只摘了一颗放入嘴里。确实很香，油分很足，是新松子，给我装10份。1份3文钱，2份5文钱，10份就是5个5文钱，那就是25文钱。4姐，记得多包1份。小娃娃，你是如何能够算得如此之快的？后娘教的，用10子数，数多了就知道了。周五郎很是自豪，其实一开始是用松子的，但是后娘说松子不是拿来玩的，然后他们就捡了10子，用来玩小游戏，可好玩了。那为何还多送1包呢？买10份送1份，后娘说的。我们今天能卖多少卖多少，卖完了好过年。周围的人一听，这是买的多越便宜啊，立刻就有那精明的妇人算计了起来。他自己买不了那么多，但是可以叫上相好的人家一起拼呀。小孩儿嘴又甜，东西都装得满满的，又是现炒的新鲜货，很快小摊子前就堆满了人了。早知道就再多带一些了。有那没买到的还追着问下一次大集来不来。几个孩子眼巴巴的看向穆小暖，要是你们自己不嫌累，那就来。大叔大娘，我们下一次大集还来。克莱乡的掌柜也吃到了那5香炒松子，跟茴香豆不同，这炒松子散发的特殊香气让人越吃越上瘾。这东西哪里买的？再去多买一些。没了，我这还是采买的时候顺道看着人多挤进去买到的。那糖炒栗子我都没抢到，就分得了1颗尝尝味。不过下一个大集人家还来，您要是喜欢，下次小的多买点。你动作慢的，连闻个屁都闻不到新鲜的。店里这么忙，等我到那里人家都快卖完了，我就买到这2包。掌柜的顿时将目光放到了店小二手里还没拆开的那1包松子上。你把手里这包给我，看多少钱一会给你。你把松子送去给王大厨看看，咱们的豆子能不能也做成这样的。掌柜，我都还没吃出什么味呢。3倍的价钱，赶紧快去。好的，1份3文，您可要记住。在后厨，掌柜与大厨反复尝试，可味道老是差了那么一点。然而炒松子就那么些，已然吃完，不能对比了。如此一来，就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。之前的鱼火了一段时间，大家也渐渐失去了热情，而且季节不同了，鱼的味道也就不一样了。我这1份我拿走了，现在你们自行分配吧，下一次还是这样分。穆小暖不给几个孩子拿主意，对于桌面上剩下的钱，他就要看看这几个孩子怎样去分。我1个，3弟2个，4丫2个，小5小6也一人2个。周二郎将钱拿起来放到每个人的面前，一个小铜楼就是10个铜板，这次再分下去，数量就显得没那么多了。给大哥跟小七一人1个，你们觉得可不可以？虽然都是他们在忙，但是大哥跟小七也是一家人，也要分，他们手里已经有不少了。4丫点头，小双胞胎也点头，三郎没出声，不过看表情也是同意的。剩下的这66文钱如给后娘，后娘虽然分了一些，如果没有后娘，我们也不可能赚这些钱。后娘还借马车给我们，还交了摊费。我觉得行，没毛病。周二郎能够给不在家的周大郎还有床上的周小七分钱，穆小暖都没有很诧异，但是没想到周二郎会提出将剩下的给自己。这猪喂得真好，看这肥肉，真不拿去卖一些钱？不卖，大郎去读书了，年末回来，到时候初5又要去的，怎么也要给人家先生送一些，自家吃，熬了油能放。好像是要变天了，抓紧的把猪收拾出来，这猪血一会煮好了，我带2块走，剩下的都给你留着，你也别出来了，回屋去吧。今天真的是辛苦大娘了，不仅帮我把肉处理好了，油也炸了，院子厨房也给收拾干净了。行了，拿你这么多东西，我也不跟你推来推去的。越相处，武大娘就越觉得穆小暖怪让人疼惜的。还有8天大哥就回来了，看到新房子还有那么多好吃的，大哥肯定高兴。现在的日子好过了，就是大哥不在家，真想他。而被人惦记的周大郎，周炼之正在寒窗苦读的练字。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继续。霍正彦站在旁边看着周炼之练习，手上起了冻疮，忍着痛还要继续。霍正彦不是不能给周炼之添衣，让人买药膏，但是过度呵护的浇花是无法在凛冽的大自然中茁壮成长的。今天腊月28，咱包饺子，烀猪头肉，把白菜、萝卜还有蒜黄都弄出来，再泡一些蘑菇、木耳，多做几种馅。咱包饺子，弄点肉末，把白菜、葱、萝卜还有韭菜都弄出来，再泡一些香菇，多做几种馅的。前段时间因为天气太冷，加上又下雪，身体的异能松动总让穆小暖浑浑沉沉的。
但是距离立春没有几天了，异能的松动让穆小暖觉得整个人精神大振，感觉自己又生龙活虎的了。孩子们都没吃过饺子，多包一些。穆小暖没用多长时间就教会了几个孩子包饺子，一会功夫，一张篦子已经摆满了。老三，你去下饺子，准备一碗冷水，饺子浮起来了倒进去，再烧开就能吃了。饺子也煮好了，而外边也传来了马车的声音。是不是你们大哥回来了？我出去看看。好，孩儿回来了。还真是，不过看着变得如此礼貌的周大郎，穆小暖觉得自己那人参灵芝送的还挺值的。麻烦了，先进屋，刚好包了饺子出锅，都是孩子动的手，吃口热乎的再赶路，也好将给先生准备的年礼一并带回去。那在下就不客气了，不如直接去厨房，厨房里暖和。今天28的，还麻烦您跑一趟，下次让他自己坐车就行。客随主便。过来叫人，喊伯伯。伯伯好。都好都好。管家看到这2个小孩，眼里满是慈爱。这是椒儿，没想到穆娘子还知道这吃食。在巴州几乎都没有吃椒饵的，但是在平津，逢年过节都会弄上一些。恰巧听说过，就随便弄的，有醋还有辣子，喜欢可以自己放。穆小暖拿了个箩筐，将留下来的一个猪蹄膀连后腿肉都放了进去，又装了些白菜、萝卜、蒜黄，包了一包干货，放了一些炒松子跟板栗。又想起霍家的老夫人咳嗽，直接从空间拿了2个能止咳的梨。老爷让炼之初5就上课，初4我会来接人。穆娘子就不用特意送了。好，大哥，读书是不是特别的苦？你都瘦了好多，还有你的手，这是怎么了？周二郎吃饭的时候就注意到了，可惜有客人在，他没敢开口问。不苦，只是有些不适应，冻疮而已。从前也是长的，怎么，你们今年没长？周大郎说笑一般，但是发现弟弟妹妹们确实一个都没有长冻疮，可见在家后娘照顾得很好，忍不住有些心酸。我们今年没长冻疮。后娘说用烫萝卜叶子的水泡脚就不会长冻疮了。我们今年晒了好多菜干，连小七都泡了。周二郎对此很是骄傲，不过说完又有些心疼自己大哥。个萝卜从前冬天够一家人吃1天的了，哪里能够拿来煮水泡手泡脚的，太过奢侈。家里有药酒，用温水将手脚都清洗了，然后早晚涂抹上包起来，过2、3天就好了。多谢母亲。穆小暖这次确定了，这周大郎是转性了。之前还以为这个母亲是周大郎看在外人在的情况下喊的呢，原来不是，是真改了口了。老二，你去拿药酒，带你哥回去收拾一下，弄好了赶紧过来包饺子。穆小暖也不喜欢无缘无故的为难人。周二郎闻言很是高兴的拉着周大郎就出了厨房。周大郎原本还想说什么，却发现自己这个弟弟力气大了太多，而身高居然比自己高了。大哥，这是药酒，咱们的衣服鞋袜都在柜子里，后娘也给你准备了。我去给你弄热水来，一会你自己收拾，我还要给后娘帮忙，晚点我们再说话。周大郎看着消失的背影，有些不敢相信这是自己之前那个暴躁鲁莽的弟弟。谢谢母亲给准备的衣服。你去那边烧火，这样老三不用来回的跑。好的，母亲。周大郎看向穆小暖，只看到了一个忙碌的背影，他不知道自己不在家的这几个月家里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很明显，虽然弟弟妹妹们喊着后娘，却已经将后娘当作娘了。吃完面，收拾干净，泡好脚睡觉，栗子糕明天再做。就在周大郎还想着什么时候才休息，没想到后娘会这么早就犯困了。母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后娘怕冷，入冬之后一直昏昏沉沉的，今天精神难得好一些，困了是正常。老三，把炭弄好给后娘搬屋子里去。知道了。四丫，你去洗碗。兄弟姐妹几个俨然已经十分熟练地分好工干活了。周大郎感觉自己都插不上手，厨房里已经恢复得井井有条了，只有灶台还燃着火在烧水。从前的时候可不敢这样一直烧着。大哥走，我们去送小七，不然一会就真天黑了。周二郎突然开口，有些不敢看自己大哥，感觉自己好像背叛了大哥一样。周大郎的脚步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走动起来。大哥，后娘其实很好的，以后要喊母亲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照顾好弟弟妹妹们。周二郎原本还以为大哥会说自己，但是听到大哥的话，顿时高兴了起来，高兴的心情怎么都遮掩不住。大郎回来了，就说今天听到马车响，快进屋来。谢谢吴奶奶，小七就麻烦您跟婶婶了，我跟老二在外边等着就行。3个月的时间，周大郎的改变不是一星半点。周二郎对此也没有意见，他刚才光顾着激动了，好多话想要跟大哥说都还没说呢。小七吃饱了抱了出来，兄弟2人就这样回家了。大哥，我如今也算是有积蓄的人了，等你去学堂的时候，把钱带上。大家都说上学得花钱，
大哥也要多注意身体，好好吃饭。周二郎才从吴奶奶家回来，就赶忙将自己的小金库拿出来，放置在自家大哥的跟前。这钱你是哪里来的？我们不是到山里去捡了栗子吗？那卖栗子所得的钱，大哥有一份，小七也有一份，要给他攒起来当做嫁妆呢。周大郎点了点头，只要弟弟没有步入歧途便好。从前的自己着实险些将弟弟带偏了，还好这小子尽管莽撞，却也是傻憨傻憨的。大哥，给你这些钱，你全都拿着。小七的钱我另外用罐子装起来了，你的和我的事放在一起。大哥，你看，我这里也有钱。周三郎见状，也很快的搬出来一个罐子，那小双胞胎也有模有样的跟着做。最后桌子上摆了一排的罐子，周大郎对此有些头疼，不过心里也很欣慰，同时也很感动。你们一人一个罐子，真不怕母亲骂你们？后娘才不会骂我们呢。这罐子是我们自己买的，很便宜的，后娘买的多，比平常便宜了1文钱。钱倒出来之后，一串一串的，周大郎都有些傻愣。卖栗子能赚那么多钱吗？自己去了先生那里，弟弟妹妹们不会每天都在山里刨栗子吧？老二，你仔细说说，这钱怎么来的？周二郎将炒栗子、炒松子的事情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，小双胞胎时不时的还补上几句，聊得十分的热闹。周大郎看着面前堆着有差不多1两银子的铜钱，不知该说几个弟弟太能干，还是说母亲对他们也太放心了。把钱都装好，我念书不用另外花钱，这些钱你们都好好留着。那不行，我们在家能挣钱，后娘说了，山里到处都是宝，只要肯干活，哪里会赚不到钱？大哥在外边跟我们不一样。周二郎的性子犟得很，最终周大郎也只能将钱装进坛子里，表示自己会带一些，但是用不上那么多，放家里就好。大哥怎么这么早？先生要求每日早起练剑，已经习惯了，要是还困，你们再睡一会儿。练剑？老三，快起来，我们今天跟大哥一起练剑，今天不挥斧头了，晚点再挥。周大郎出了一身的汗，看着2个弟弟，自己学了3个月才有些像模像样的，而2个弟弟只一个早上，动作就比自己要干脆利落了。有什么事情？门口的地都要让你磨出坑了。母亲，今日29了，是不是要去上坟烧香？穆小暖一愣，这个自己还真的忘了，也从来就没在意过。那你带你弟弟妹妹们去吧，家里没有黄纸那些东西，我给你拿钱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穆小暖从口袋拿了20文钱出来，再多那是不可能了的。不过这也提醒了自己，是不是该给原身弄个衣冠冢？清明的时候记得跟你先生请假回家，有件事情要你办。周大郎记了下来，即便后娘不交代，清明上坟他也是要回来的，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，后娘还要特意交代他一句。周大郎等人上山的时候，其他人已经陆续下山了。周大郎见了人，也一一开口喊人问好。村民们对之前的流言顿时不攻而破，而且要是村里真的出了个读书人，对他们周家村来说也是件好事。10里8村的，可没几个送得起孩子去念书的。大哥，我真的舍不得你走。等清明节的时候，我就回来了。初4这一天眨眼就到了，周大郎有些不舍，但是还是带着东西上了马车。老夫人很喜欢木娘子包的椒饵，让我给木娘子带了些东西，都是一些吃食，木娘子只管收下就好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正好之前包的椒饵还有一些，或老夫人喜欢，那就再装一些回去。周大郎回到了霍家，先去拜见了先生。霍仲彦看着周大郎的新衣，还有手上已经消失了的冻疮，可见归家之后周大郎过得不错。既然已经回来了，那就收心好好念书。学生知道。立春了，穆小暖的异能居然突破了，成功进入到了2级。空间里的东西还没能取出来，但是从原来的2个立方变成了5个立方米，可以容纳的东西更多了。开春山里的野兽也要出来活动了。我进山一趟，大概10天，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种地。这段时间你能够照顾好家里的弟弟妹妹吗？那母亲进山一定要小心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。京城里，王莹莹因为改变了上一世的轨迹，虽然没能占据一个救镇南王世子的恩名，但是也避免了流入青楼不堪的名声。我可不想当一个婢女，还是要找个师傅学习本事才行。她要替他们王家翻案，她要做人上人。不过对于镇南王世子，王莹莹一直扮乖宝宝，天真可爱的，让慕容云觉得这个小妹妹真可爱。尤其对方有好吃的都给自己留着，虽然自己对那些吃食看不上，不过这片心意难得。经过这么多天的修炼，我的异能终于更上一层楼了，到达第3阶段了。穆小暖的空间突然开放，让他能够将之前储备在空间里的东西取出来用了。以后这把剑就是我的武器了。不过很多东西是这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的，
穆小暖规整了一番之后，将自己最近的收获都装了进去，提着最近练手的猎物回了家。母亲可算回来，锅里留了饭，我再点把火，很快就。周三郎是个话不多的，但是穆小暖的回来让他很高兴，担心了那么久，总算是放下了心来。穆小暖起来的时候，周家的孩子都起了，异能升级了。穆小暖准备种菜，没想到几个孩子已经把菜都种下去了，有的居然已经开始发芽了。做得不错，明天元宵就奖励你们去卖炒栗子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哇，太好了，又可以赚钱了。明天看看能不能买到牲口，总不能每次都去借别人的车。哎，明明都是个隐形富婆了，可是连出行的牛马都没有，这是什么人生啊？母亲，牛很贵的，马更贵，咱们家买不起。你又怎么知道咱家买不起了？我知道啊，牛市里一头小牛犊至少要8贯钱才行，大牛更贵，而且牛不能随意宰杀，买了牛还要照顾好，不然要挨罚的。知道的真不少。今天是庙会，去庙里上香祈福的人多，离牛市马市就远，尤其是卖吃食的。穆小暖规规矩矩的交了摊位费，也不怕有人来闹事。都老老实实的，别乱跑，我去牛市看看。知道了，母亲。可有骡子？没有，骡子怎么可能落到这个地方来？就是刚送到也会被送去房州。王哥，新送来的那匹马站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叫人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那蹄子都不成样子了，再这样下去就只能卖肉了。去看看去，不行就只能叫屠夫来了。王哥也忘了穆小暖的存在，急急忙忙的走了。穆小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下意识的跟了过去。这马真是亏大了，当初20两买回来还以为捡漏了呢，结果算了，叫屠夫来。别再瘦了，连肉都赔了。这个马能不能便宜卖给我？穆小暖突然出声，吓得王哥差点蹦起来。这位娘子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这马不能用了。我王哥在马市虽然名声一般，但是也不做坑人的买卖。你要真想买马，那边去挑。不是，我想着你们找屠夫也要花钱，我就会，我可以买回去自己杀了卖，还赚一张马皮。你会杀马？穆小暖突然从腰后边摸出了一把杀猪刀，吓得王哥跟叫人的小厮后退了一步。那杀猪刀寒光凛凛，穆小暖带着防身的，磨得非常的锋利。行，卖你，不过你得自己拉走。你是在这里杀了还是带走杀？这并马宰杀是不需要登记的，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战马会有记录，其余的马儿是能够交易的，不像牛，牛是政令不许宰杀的。我带走。穆小暖拉着一头病马回村，村里不少人看到了，忍不住好奇。你看这母娘子胆子真大，居然买了一匹半死不活的马。你看躺在哪里都不会动，那只能杀了吃。我再去镇上一趟，你们老实在家。穆小暖再次出门，马已经被放到了旧院子里了。二哥，这马好大啊！是啊，不过母亲怎么就想到买马呢？这马生病了都不能拉车。周五郎接周六郎的话，唯独周三郎看了看，然后去弄了些温水过来。老三，你干嘛？给他喂点水。周三郎又跑出去，又割了些猪草回来，不厌其烦的一点点往马嘴里塞。老三这耐心我是没法比了，我还是跟弟弟妹妹数钱去吧。穆小暖回来的时候，就直接去了马棚。母亲，他还能吃东西？他只是病了，我给他处理一下，一会你帮忙递东西。好嘞，娘亲。穆小暖弄了个架子，然后将马拴了起来，解开布兜子，里面有药，还有弯刀。去打盆温水来。穆小暖将那马蹄子给清洗干净，然后拿起弯刀就开始削蹄子，看得周三郎有些害怕，但是还是站在了一旁没走。穆小暖清理干净受伤的马蹄之后，给上药包扎起来，顺便将其他几个马蹄底部都给修整了一番，又扒开了马嘴往里喂了药。母亲为什么要给马儿修脚？这个脚外边的这一层相当于它的脚趾甲，脚趾甲太长了，影响了它活动，会难受，最好的还是要给它们钉上马掌，等它好了再说。马掌又是什么？马蹄铁，就是打一块跟马蹄大小差不多的铁片，然后钉在马掌上。小孩子好奇心还挺重，你很喜欢马？它很漂亮，很高大，特别的好看。那以后把它交给你喂，你要是照顾得好，就让你学赶马车，以后让它拉东西。真的吗？周三郎很是激动，长这么大，他第一次那么渴望一件东西。不过马不好养，想要养好了，你还要给它洗澡刷毛。这些天你多弄些草回来给它吃，等它能站起来了，就牵着去后山坡让它自己吃。这马得到了穆小暖跟周三郎的精心照料下，第3天已经能够站起来了。后娘，我想带马儿去后山河边吃草。没问题。当周三郎第一次带着马儿出周家院子去河边的时候，村子里别说小孩了，连汉子们都扎堆的去看马。不过穆小暖在一旁
大家也就只敢看看，也有那想要伸手摸摸的，不过被马蹄踢了一脚，全都老实了。行了，黑贝吃饱了，咱回家了。母亲，这马蹄要流血了，什么时候给黑贝弄马掌？穆小暖刚觉得松口气，结果周三郎就来给穆小暖找活了。所以养娃都是讨债的，不行，这2个也得抓紧了送出去，天天在家的事太多了。等把地弄好了，就去给他弄。咱们家的地已经翻好了，就等母亲决定种什么了。周三郎的话让穆小暖惊讶了一番。种粮呗，还能种什么？我明天去买种子，让人把马蹄铁打出来，地种完了应该也差不多了。那母亲是要骑马出门吗？周三郎眼睛忍不住亮了起来。骑马太招摇了，以后再说，之前拉东西那是别人不知道，不过等忙完了，我学会了骑马，可以在村子里教你们。学会骑马还是很重要的，不过不是现在。穆小暖再次出门去了打铁铺。我要做4个这样的马蹄铁，形状就是跟马蹄一个样子的，大小就这样差不多。你看需要多久能够做好？能做，不过我手头上还有些活，3天后来取罢，一起是400文，这个费功夫，你还要做孔眼。好，这是定钱，我3天后来取。穆小暖付了钱，买了种子就回家，用一炉将种子催生，提高了种子的活性，用了2天时间，2亩地种好了，然后也到了去取马蹄铁的日子了。这一次穆小暖到了镇上，发现虽然不是急，但是镇上走动的人还挺多。穆小暖索性也不着急，找了个摊子要了碗面吃，然后听着街上的人说闲话。这又要打仗了，要是服军役，不知花多少钱才能免除。富贵人家倒是简单，花钱雇人就好，我们这些平民掏空了家当都难。或许打不起来呢。听说国主已经下令让镇南王带兵前往房州了，只怕是要打。咱们这里还隔着山呢，即便真打过来也没那么快，就怕要加税，这才开春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。谁说不是，得抓紧了找活，不然真的要服军役就麻烦了。要是真的打起仗来，恐怕这粮食是要涨价。穆小暖去了打铁铺，发现铁匠居然在打兵器，看了2眼，拿了东西就走了。去了粮铺，粮食还没涨价，穆小暖买了一车精粮、粗粮、陈米、杂豆的都买了，让人给送到了镇子外，然后装了一半进空间，剩下粗粮、陈米摆放在面上，赶着从村长家借的牛车回去了。穆娘子，怎么买这么多粮食？手里的钱都买了粮食了，原本还想着买点布把衣服补一补，没想到去到镇上听说要打仗，一害怕就买了。家里人多，现在买了吃不完，到时候还能卖了，怕涨价想买买不到。什么？要打仗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也是在镇上听说的，大街上的人都在议论。嫂子，我先把粮食搬回去，一会再把马车给你送回来。行，去吧，家里也不急着用。村长娘子哪里还坐得住，抬脚就准备去找当家的。村长听了自己婆娘的话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老大，你现在去镇上一趟，听听是不是真的。穆小暖买了一车粮的事情，远没有要打仗的事情让人关注。等村长的大儿子带着消息回来了，村民们才有些微的紧张。打过来没那么容易，但是军役的事情却关乎所有人。周二郎听到消息的时候特别兴奋。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参军了？就你这个萝卜头的身高，连10岁都没满，想要参军还有几年呢？穆小暖一盆冷水浇下来，周二郎蔫巴巴的劈柴去了。周三郎看着穆小暖给马定马蹄铁，之前修过的脚又修了修，然后才钉了上去，看得周三郎心惊胆战。这马蹄铁钉好了，日常也要注意，定期修理马蹄，防止马蹄长长了磨得疼。知道了。3月初4，离家2个月的周炼之回来了，比起之前，人变得更加沉稳了，身姿挺拔，倒是有了那么些文人的风范。咱们家买马了，这马不便宜吧？母亲只用了10两银子哦，厉不厉害？这马儿耕地特别好，比牛还快。周二郎忍不住炫耀，虽然马不是他照顾的，但是不妨碍他喜欢。这么好的马被后娘捡了便宜不说，居然拿来耕地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不知该怎么说。不是周大郎回来了，穆小暖差点就忘了清明这回事儿了。不过东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。第2天一早，穆小暖带着几个孩子，小七被放在了武大娘家里，赶紧挖吧。穆小暖就站在一旁。周大郎看到墓碑上的字，又看了后娘一眼，最终老老实实的照着穆小暖说的做了。以后每次来祭拜，不要忘了这个坟。行了，去给你们爹烧纸去吧。我走，或许该学骑马了。正好这3天周大郎在家，我应该骑马去边城逛逛。穆小暖将东西都准备好。我要出去几天，尽量赶在你离家之前回来，赶不上你就把家里安排好，老二能够顾好家里。这些是你们接下来几天的饭菜。母亲要去哪里？我去边城看看。边城要打仗了，母亲不如去别的地方。
周大郎忍不住担心，编成要打仗的事情，霍正彦也拿出来说与周大郎听，然后分析为何要打这一仗，让周大郎了解相关的知识，而不只是纸上谈兵。管好自己，有空教他们读书识字，不求考取功名，总不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穆小暖可不喜欢被人干涉自己的自由。周大郎见状，知道自己的话让后娘不悦了，不过后娘的话也提醒了他，他确实不能只顾自己一人学习。知道了，不过母亲、弟弟妹妹他们都还没有大名，你自己看着取，反正都姓周，又不是跟我姓。穆小暖早就去府衙将自己的名字给改了，不过这事情不需要告诉这些孩子。对啊，大哥叫炼之，名字那么好听，大哥也给我们取名字吧。我才学多少字，哪里敢给弟弟妹妹们取名？这个，等我回了霍家，请先生给你们取名。名字先不教你们，可以教你们一些简单的字。穆小暖就带着东西牵着马儿出门了。一开始马儿不动，原地转圈。穆小暖慢慢的尝试，马儿总算是走动起来。不过这里不是官道，穆小暖也不敢跑快了。出了镇子，穆小暖准备继续赶路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是个娘们还有马，这马看着不错，这娘们长得也好看，肥羊啊。小娘子还是自己下马吧，否则就别怪我们兄弟不怜香惜玉了。连个马鞍都没有，衣着装扮看着就是普通人，有背景的我们都感激了，真没背景的，那就只能你自己认栽了。穆小暖看着那几把刀不错，不过怕伤了马，穆小暖还是下了马，然后朝着几人走了过去。不错，小娘子识趣，我们也不用做那恶人，放心，我们兄弟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娘子你的。穆小暖将腰间的鞭子抽了出来，原本不起眼的藤鞭仿佛注入了生机，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倒刺，可惜这些人根本没有注意到。出手迅速，一鞭子甩出去，4人直接抽倒了3，还有一个离得远，反应快，居然躲了过去。带有异能的倒刺食人花，打在人的身上，那可是会吸血的。穆小暖反手又抽了一鞭子过去，最后那人也虚弱的躺在了地上。穆小暖上前将东西全都刮了个干净，然后将人困在了树上。虽然没有直接要了这些人的命，但是想要从树上下来可不容易。敢惹老娘，活腻了！穆小暖翻更离开，镇南王带着大军正好路过，将人弄下来的时候，也只有最后一口气了，没能问出什么，只知道这几人是劫道的。这仗看来是打定了，镇南王率军入城了。有镇南王在，这仗胜算也大。穆小暖想起打仗的事情，还真有，这一仗还僵持了挺久的，自己居然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现在周大郎所拜的先生是原书男主慕容云的先生，结果因为我的插手易了主了，周大郎成了霍正彦的关门弟子，那慕容云就不可能拜在霍正彦名下。不过霍正彦跟镇南王有没有交集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穆小暖又想了一下，明年开春的时候将发生了一场地动，就是这场地动引起了之后的旱灾，导致巴州、抚州、房州交界的这一片发生了几十年难得一见的旱灾。我还是再去买一些粮食，免得到时候没得吃，毕竟这次旱灾要持续那么久。这位娘子，你想要买粮，还是去粮铺吧，才开春种下去的，粮食还没长起来呢，谁家的余粮都不多。穆小暖重新回到镇上，买了2车的粮，再多就太显眼了。穆小暖现在浑身异能充沛，让他总想消耗，异能一直不用也就无法升级，需要消耗异能。可是打架的话，穆小暖现在也没那个时间去找土匪窝。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，既能消耗异能，又可以赚钱。深夜，穆小暖在小树林里催生果树，之前摘的那梨子留下的种子，皮虽然粗糙难看了些，但耐不住它甘甜多汁啊。梨子，香甜多汁的梨子。穆小暖现在在的位置是房山县与香林关所在的交界处，香林关就是大军驻扎的地方。一辆马车晃悠着冲房山县出来，前往香林。听到叫卖声的时候，马车里的人还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还有梨？有也是那坏了的吧？小少年白影掀开了车帘看去。主子，喝点茶水。卖梨，香甜多汁，清肺润喉的梨子。穆小暖看到有马车，又喊了一嗓子：“主子，主子，真的有人在卖梨。”马车停在了穆小暖的摊子前，穆小暖听到了马车里的人压抑着的咳嗽声。买梨吗？润喉止咳的，拿来煮梨水熬梨膏都非常不错，放点川贝母跟枇杷叶。这梨怎么卖？这梨子不分大小，按个卖，50文钱一个。这梨贱卖不划算，毕竟这个季节可没有梨，虽然长得丑了点。女子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看着那梨的长相，姑娘要不要尝一尝？这时白影从马车跑了下来的，
不客气的将梨子放嘴里尝了尝，好吃，给小爷装20个。终于赚钱了，还不少银子。之后也有人问，奈何一听价格就退缩了。这什么梨子那么贵？穆小暖也不急，主子试一试，这个梨子确实好吃。白影极力推荐。萧迪清拿起了一块放入嘴里，清凉甘甜的梨汁顺着口腔流过喉咙，之前干痒的感觉似乎好受了很多。明明是凉的东西，却没有引起咳嗽。去将梨子都买回来。马车掉头，萧迪清看着手里洁白的梨肉，这梨子似乎与别的梨子不同。穆小暖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大户，一出手就是10两银子，这是要包圆了呀。主子，那卖梨的走了。刚才可是跟一辆马车错过，追上去问问。我追过去问问。都是孟青的错，请主子责罚。孟青请罪。萧迪清摆了摆手，白影追上了前面的马车，没能全部买下，不过对方也让出了一半。师傅，那就是淮安楼的白影吗？能与淮安楼结缘，以后会有好处。10两银子的梨子倒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作用。佩云圣女出自古墓派，擅长医术。王莹莹笑着坐在女子身旁。这一世，她比之前更早与师傅相遇，拜在了师傅名下。此次是跟着师傅去香菱拜会异类故人，同时王莹莹也想找到自己的堂哥，被牵连流放至香菱的王云峰。马车里的王莹莹没有看到是什么人卖梨，而穆小暖自然也没去注意其他的马车。一番采购，穆小暖骑着马儿就回到周家村。母亲，这是给我们买的弓吗？不仅有弓，还有刀。周二郎眼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放好东西就去睡觉，明天再说。第二天一早，穆小暖起来了，周二郎已经殷勤的送来了热水给穆小暖梳洗。周小七已经断奶了，在屋子里满地跑，看到穆小暖的时候激动的不得了，想要穆小暖抱，不过却被四丫给先一步抱起来了。小七脏，你看你弄的都是土，也会蹭母亲身上了。母亲这身衣服好看，四丫长大了也给母亲做衣裳。想学做衣服？穆小暖一听倒是有些心动，做衣服自己不会啊，有些小件也不合适找别人做。穆小暖认真思考起来，这村子里好像没听说有谁绣花不错的。武大娘会织布，这个她知道，但是织布太费时间了。不行，一会还是去找武大娘问问，最好还是在村子里找个女师傅。母亲，我想看看那刀行不行？刀太锋利，等明年。不过可以拿弓出来练习，先从拉弓开始。什么时候每天能够拉够1000下的时候，我给你们买剑回来。母亲，我想看看那刀行不行？刀太锋利，等明年。不过可以拿弓出来练习，先从拉弓开始。什么时候每天能够拉够1000下的时候，我给你们买剑回来。真的吗？那母亲，要是我直接能够拉1000下呢？周二郎想到拿弓箭进山打猎，就心里特别的美，想着自己肯定意气风发，帅气非凡。穆小暖瞥了周二郎一眼，还不会走呢，就想要飞了。穆小暖将如何拉弓教授给了周二郎、三郎之后，就拿着一块布去了武大娘家里。穆娘子来了，怎么还拿了东西？有件事情想要来找您问问，这是在房州看到的新夏布，卖的不错，我看花纹也好看，想着给您带一块，说不定您看一看也能够织出来呢。我看看。武大娘将麻线放好，有些迫不及待。穆小暖将布料递了过来，武大娘看到上面的花纹确实是织上去的，跟她平日里织的不一样。对了，你说要问什么？我想给四丫找个女师傅，让她学绣花制衣。你这一问，要是别的人家，我肯定就含糊过去了。咱们村确实有人会绣花制衣，不过他一直没有收徒，性格有些古怪。他放过话，想要学他技艺，首先手脚要好，然后就是要给他养老，1日3餐需要接家里去供养着。把人接回家，这个好像可以。屋子是现成的，那大娘今日忙不忙？我把四丫捎上，带去看看，要是成，我也好把屋子收拾出来，拜师礼准备上。行，你们两家一个在村子最东边，一个在村子最西边，没有交集，不知道也正常。穆小暖让周二郎几个看好小七，然后就带着四丫出门。母亲，我们要去哪？给你找个师傅，你不是想要学做衣裳吗？等你学会了，在你出嫁前，家里的衣裳大件小件就都包给你了。压榨童工什么的，穆小暖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。吴奶奶好。四丫乖，一会嘴也要这么甜，知道吗？穆小暖原本以为会制衣又会绣花的技能型人才，住的地方应该差不了。但是当看到那摇摇欲坠的土房子的时候，穆小暖差点没敢走进去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也不找个大夫看看？我带个人来，他家女娃子想要找个师傅。
你们相互相看相看。老毛病了，你知道我的规矩的。既然是你带来的人，那就看看。四丫过来叫人。梅婆婆好，我叫周四丫。梅大娘，你是那个做后娘的？是。这孩子还行，不过不知道天赋如何。我的条件你应该都清楚了。他要是拜我做师傅，以后你们家就需要供养着我，哪怕他将来出嫁。该给的束修我还是会给的。孩子既然拜了师，师傅就有教导之责，他自然也就有给师傅养老供奉的义务。1年10两银子，布料针线由主家提供，吃喝住行也是主家出。好，不过家中屋子还需要收拾收拾，明日我再带四丫过来行拜师礼，将大娘接去家中。虽然不能确认这个梅婆婆是否有真本事，但是从身上那衣服的暗绣来看，应该是不差的。第二天一早，穆小暖就带着四丫，提着拜师礼，带着推车过来了。郑木娘子到了周家之后，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人家有本事，能从拍花子手里救人，你能不能？他们家那马养得真好。人家有本事，病马救了回来，这样的便宜也不是谁都能够占到的。就是送到你面前，你说不定都不敢靠边。行了，赶紧的拔草，最近地里的草长得太快了，不抓紧了拔，粮食都长不起来了。梅婆婆住了进来，对屋子简简单单的摆设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当喝上了一口秋梨高水的时候，梅婆婆看了许久，好似在回忆什么，不过却什么也没说。梅婆婆住进来是有那么一点不方便，但是10两银子1年，5个孩子跟着认字，还能教刺绣，感觉赚了呀。穆小暖进山，再一次催生一棵果树之后，有了个想法。既然都要催生果树，与其留在这里浪费了，不如把这山地给买下来，到时候杂树一清理，果树生长起来，不就有了一片果园子了？说干就干，穆小暖找了村长，而村长此时也正在为军役发愁呢。穆娘子怎么来了？我想来找您问问，我家后山的山地卖不卖？家里孩子多，种地种不了，那后山离得近，还有不少野果子树，我想着捐起来了，下陷阱什么的方便，多少也赚个钱。买地我也种不了。要是平时，村长也就劝穆小暖了，哪有人有钱了不买好的买山地的？可是现在想到家家户户正缺钱，而穆小暖家里没有到年纪需要服役的，钱花了紧巴点，寻摸些吃的也足够。卖，不过这山是一整个卖的，你家后山那一片连着山头翻过去，给60-70亩地，你能吃得下吗？这太多了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看你很着急的样子。穆小暖的话一出，村长叹了口气，这事情也瞒不了。要征军役了，家家户户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的钱，这山你要是想要，村里一起商量便宜一些，你都要了，别家也拿不出钱来，到时候山你只有一半，别人去打个柴火什么的也说不清楚。村长，那山要多少钱？我看看能不能凑，不行我去找老大的先生先借一些，将马儿抵给先生。这山地虽然不像田地，但是山里也有产出，树木也可卖了，1亩地折合下来也要2两多银子，哪怕村里再计算小一点，算60亩也要100多两银子。这山咱们村能够做得了主吗？这个自然是能的，要是你看中旁边的山，或许麻烦一些，但是你家后山那一座是属于周家村的。那大概需要多少？有个准数，我看看，要是能够借来，村长再跟村里人说，不行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120两，有120两，官府那边红气也能给你盖下来。村长咬牙，120两这个天价，但是为了村民，村长还是咬死了这个数。那好，我明天就带着马儿去老大先生那问问，虽然马儿买回来的时候不是很贵，但是养好了，多少应该能够卖上价，先跟先生借着，不然直接去马市卖了，肯定卖不了多少钱。钱穆小暖是有的，120两也确实不贵，家里多了媒婆婆，穆小暖更加放心的出门了。第二天，穆小暖将马送到霍家，之前听霍家管事说骑射先生也要教，这马儿送去，先让周大郎用一段时间照顾着，等过段时间自己再找理由让周大郎把马送回来就行。炼之适才你母亲来了一趟，送了一匹马来，说是让你上课用的，已经牵到马厩去了，你每日记得去打理。管家伯伯，我母亲呢？已经走了，她让你好好念书。穆小暖回到周家村，没有先回家，直接进了村长家里。钱筹到了，我给先生打了借条，等山上有了产出，就慢慢还给先生。村里人会记得你的好的，以后要是谁敢忘恩负义，我这个做村长的将他逐出去。
村长别这么说，都是一个村子的人，我也回不去穆家村，这里以后就会是我的家。我扎根在这里，能为村民们做点什么，心里也高兴。母亲，黑贝呢？黑贝在你大哥那里，等他学会了，骑马就能骑回来了，然后让他教你们。你们最近不是在练习拉弓吗？又开始学字了，让你大哥照顾一段时间。周三郎有点失落，不过想想在大哥那里也不是没了，心里期盼大哥能够早点学会骑马，也不知道大哥能不能照顾好黑贝。经过媒婆婆这段时间的教导，周二郎跟周三郎两人在识字上确实没有天赋。大哥真辛苦，下次大哥回来，老三你多炖些肉给大哥吃，将来大哥是要考科举的人。周三郎点头同意，这次实在是看着会了，动手一写就忘了，第二天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忙中，先生给我放了一个长假。母亲，我顺便把黑贝带回来了。回来了正好，把地收了，再重新种上。在家的这些天，黑贝可以借给村民们耕地。关于村里人说什么，你只要回答马儿是先生让你带回来的就行。穆小暖急匆匆进山了，周大郎都没来得及多说两句话。媒婆婆，这是我家大哥。四丫听到声音走了出来，高兴地给自己师傅介绍。周三郎则是跑到了黑贝身旁，看着又长肉了的黑贝，周三郎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。媒婆婆好。周大郎先行了礼。既然回来了，那就先吃饭。对，大哥，快吃饭，要下地了，抓紧的弄好，晚上还要熬果酱呢。那位媒婆婆是谁？那是小四的师傅，现在住咱们家里，以后也会住咱们家里，还教我们认字。周大郎点点头，自己能得先生收为学生，母亲给家里的弟弟妹妹们也找先生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吃了饭，兄弟几个都下地去了。村里人见周家的地一动，顿时过来帮忙来了。周大郎愣了好一会，从前家里的地都是娘在打理的，却不见有人来帮忙，如今却那么多人带着善意的前来。大郎是第一次干这活，不习惯很正常，而且你那手是拿来写字的，跟我们不一样，要不然你去田埂上站着，很快就割完了。不用，家里的地平日里都是母亲跟弟弟们打理，先生特意放忙假，就是想要我好好劳作的，叔伯兄弟都能做，我也能。地都种完了，家里的果酱也囤了很多了，这些果酱一罐20文，这是最低价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卖掉，能卖多少算多少，赚的钱都是你们自己的。好呀，那明天我带老三去，老五、老六在家干活，大哥也累了那么多天了，好好休息几天，不然又要去学堂了。穆小暖看向了周大郎，那眼里的意思，周大郎顿时挺直了身板。明日我与弟弟们一起去，我是长兄，母亲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弟弟们。你们自己商量，要是这3天你们卖不出去，我就自己去卖。周大郎感觉自己被刺激到了，带着弟弟们好好的商量如何将这果酱销售出去，毕竟这些果酱确实很好，就用推车推去镇子上就好了呀。之前母亲带我们去卖炒栗子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。周二郎觉得卖东西不难，但是周大郎却皱起了眉。这果酱与栗子不一样，普通人家不一定舍得吃，而且母亲给的20文一罐，不是说让我们卖20文，而是不能低于20文，只有超过了20文多出来的那些才是我们赚到的钱。那要怎么卖？去县里，明天将果酱都背上一些，我们一起去县里看看，县里比镇上富裕。那好，听大哥的，要准备试吃的。20文一罐呢，这随便尝一下就1文钱。高水玉呀，甜甜的，香香的。对啊，小六聪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到时候带上竹筒装上水，拿一点果酱放进去搅开，甜甜的，1文钱的果酱能够好多人尝啊。周大郎也点了点头，看来在家几个弟弟们母亲并没有疏忽，而且母亲对弟弟妹妹似乎更亲近，与自己话极少，弟弟妹妹们做错什么，母亲会开口说，到了自己只给一个眼神，连去了西平县，到了霍家门口都没有停留看自己一眼。明天带几瓶，得把账记上。二弟都学会记账了吗？不会，不过母亲说让我们习惯记账，以后要自己管家的，家里现在添置东西都是要记账的，没记的那都是母亲的。我这个弟弟是不是有点傻过头了？母亲这明显就是想要跟他们划清界限，可是几个弟弟对此居然没有觉得有问题。你记得这玩意你还认得出来吗？认得呀。你将这些都给我说一说，我给你重新整理一下。不是都开始学识字了吗？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学了，不过太难了，比种地都难。不过母亲说至少要学会3000个字，明明之前说长大就能拿刀的，结果还要认字，太凄惨了。对了，都忘了说了，我请先生给你们都取了名字了，等我给母亲看过之后，让母亲抽空去给你们把名字改一改。周大郎将写了名字的帖子送到穆小暖面前，穆小暖打开看了看，果断盖上了。你自己看着办，老二管着钱，拿了钱去找村长，让村长帮忙。周大郎这时才想起来，后娘不认字啊，自己的错，重新将帖子递了过去。为首是儿子的名字周炼之，
老二红枝，老三广枝，老五润枝，老六景枝，四妹叫清婉，七妹叫轻柔。行，你们的户籍也在老二那，要是不放心他拿，以后就你自己拿着。哇，我们也有大名了。一会我教你们写自己的名字。大哥，我们明天不是还要去县里吗？不然今晚早点休息，时间还早，今晚不用熬果酱了，正好拿来练字，一个晚上就记一个字，难不成你们都记不下来？那这样下去，3000个字岂不是要10年的时间你才能拿到？周二郎顿时瞪大了眼，3000个字要学10年，那自己再练刀岂不是晚了？大哥，我要是明年想要练刀，每天要学多少个字？一天10个字吧。母亲对你们的要求也不高，我如今虽然入学还未1年，但是已经认识了不止3000字了，所以你也可以的。大哥，我觉得我不太行，想想你的刀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大郎就带着2个弟弟背着果酱出门了。大哥，人这么多，不然我们先试试叫卖，这样吸引的人多。周大郎于是带着2个弟弟朝着酒楼、茶肆这些聚集的地方走去。就这里吧。周大郎看了看这个位置，身后是个胡同，在这里喊，2条街都能够听到。卖果酱了，酸甜可口的果酱，可以直接吃，还能兑水喝。果酱是什么？新奇的东西总是能够吸引人的。是果子熬制的果酱，酸甜可口，放了蜜糖的。别看这小小一罐，只要这样一勺，就能兑这1竹筒的水，味道都还十分的香。大叔尝尝。不了，这甜唧唧的东西哪里是大老爷们吃的？男子一听放了蜜，顿时摆手，脸上一副十分嫌弃的模样，转身走了，还不忘诋毁一句。周二郎闻言有点愣，随后就想冲过去，却被大哥给抓住了。大哥，不要冲动，我们是来卖东西的。周大郎看着原本围上来的人散了不少，眼神顿时有些阴郁，但是随后又恢复了正常。各位叔伯姐姐，婶子们来看一看，免费品尝，自己吃，送亲人，滋补养颜，味道好。周大郎学着周二郎之前的叫卖声，想着不能单从口感上说服人，要更有吸引人的点才行。多种口味选择，枇杷果酱有化痰止糖，有味降气滞性，家里老人孩子咳嗽一起吃饭的最合适不过了。走过路过看一看，尝一尝不要紧。原本就有好奇观望的，听到这话忍不住靠近一些。你这果酱尝一尝，真不要钱。我给大叔倒一杯，这个就是枇杷的，味道香，枇杷又叫金丸，可入药的，再加入蜜糖，滋补润肺。男子看着褐色的甜水，闻着确实有一股果子香气，说是一杯竹子做的小竹杯就1口的量，不是纯甜，带着果子的酸味，还有果香，喝完还想再喝。你这个果酱多少钱一罐？这个是枇杷果酱，一罐能有半斤，得用好几斤果子才能熬出来，又添了蜜装了罐，一罐30文。您是第一个客人，一次拿2罐，收您50文。这个价格一出，周围的人又少了一些，哪怕知道能够免费尝，也不靠近。那就给我来2罐。男子虽然也觉得有些心疼，这枇杷果酱他尝了，可是其他的总不好再尝。想到家里的母亲，50文虽然多，但是他还是能拿出来。刚收了钱，这边就有巡逻的过来了。小朋友，在这里摆摊地摊可是要交税的，你摊位小，给6文钱就好。官爷等等，这是刚做好的甜水，您先喝一碗，我这就给您拿钱。小子不错。这官差接过了周大郎送来的甜水，喝了一口。这燥热的天气本就让人难受，胃口都不好了。喝了一口甜水之后，倒是觉得人精神了些，嘴里也有味了。这是摊位费，麻烦您了。行，继续摆摊子吧。不过你在这里不太好，进进出出的，再往前走一走。这茶水按碗卖比这样一罐罐的强。看着这兄弟几人，官差也想起自家的兄弟了，心情好，提点一句。周大郎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不过他们家没办法整日在县城里摆摊子做生意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旁边就有人动了心思。不是说可以免费试试吗？是的，您稍等。周大郎将给官差喝的红浆果果酱又拿了出来，男子喝了一杯，感觉不过瘾，不过看了周大郎的动作，脑子却快速的计算起来。要是自己能弄到配方，到时候不就可以摆茶摊了吗？你们这有几种口味的？一共4种，一罐30文。周大郎看着面前男子眼神乱转，就知道面前的人心里肯定打了主意。之前不是说2罐50文吗？你给我拿4罐，一个口味1罐。100文虽然肉疼，但是只要他们也能弄出来了，这个钱还愁赚不回来吗？这只限前3个客人，不过您是第2个，自然也是2罐50文。不管面前的男人打什么主意，生意上门该做还是必须要做的。周大郎让周二郎将果酱拿出来，男子提着果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。大哥，要不然我们也卖茶水吧？之前那位差爷不是这么说的吗？是你有时间，还是母亲有时间天天摆摊看茶铺？不着急，让我再想想。就是这3天还是母亲特批的，
母亲更忙，要是他们卖不出去，估计母亲又要出门好几天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一边走一边叫卖。往前走了走，来往的小商小贩可比之前那里还热闹，连周五郎也被吸引了。还以为你们几个不来呢。前面那个地方看见没？你们可以在那摆摊，对面卖点心的王婆婆家有井，你们可以花几个钱从她家弄些井水出来。刚才那果酱给我拿2瓶，不白拿你们的。周大郎也没想到对方居然还会在这里等着他们。太谢谢您了，柴大哥，您家中可有老人姐妹？要是有老人，我再给您拿一罐枇杷的，止咳润肺。若是还有姐妹，可以试试树梅子的。那就1罐枇杷的1罐树梅子的吧，一起2罐就行，叫我王大哥就行。那王婆婆是我家亲戚。周大郎动作麻溜的拿了3罐。王大哥，这1罐是感谢您的，这2罐您是我们第3个客人，1罐30文，2罐50文，您拿好。不占你们便宜，井水你们直接去王婆婆家里打，我已经说好了，碗是借的，你们用完可以直接在河里洗干净送回去。行了，好好赚钱吧。大哥，我们遇到好人了。周大郎点了点头，带着弟弟们忙碌起来。果然，茶水比直接卖果酱卖得快。路过的看着新奇，1文钱1碗，还是甜的，都乐意掏个1文钱喝上1碗。也有那觉得好喝的，顺便带走1、2罐。等快下午的时候，居然卖完了。收拾一下，我们去还东西。周大郎带着2个弟弟收拾干净，兑了1碗枇杷果酱给王婆婆留着。王婆婆也没客气，1碗糖水还是能喝的。王婆婆，明天见。3人出城，一辆马车却疾驰而过。要不是周大郎及时将周二郎给拉住，只怕是要让马车给撞倒在地了。走开，快走开，马儿发癫了。这人也太坏了吧，之前怎么不喊？周二郎感觉到了深深的恶意。周大郎没有说话，看了一眼那马车，一连撞翻了好几个出城的百姓。回家吧，再晚回去天就快黑了。回到家，3人将铜钱一个一个的清点出来。他们3人背去了45罐，要将属于穆小暖的那一份拿出来。今天赚了不少了呢，可惜带去的少了点，明天我们再背多一点，肯定能卖更多。周二郎觉得很满足，而周大郎看着钱，心中却想起了即将到来的军役以及随之而来的重担。再过2年，我们家里也要开始服徭役了。家里那么多的男丁，若是年年交银钱，那也是不小的数目。不读书的时候不知自己读了书，才知道那句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是何意思。穆小暖可不管周大郎心里想什么，该收的钱收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周大郎带着2个弟弟出门摆地摊去了。你既然让孩子念书，那就不该让他掺和做生意的事情，否则将来对他科举不利。婆婆为何今日特意找我说这些？穆小暖不是个听不进意见的人，梅婆婆自从进了这个门，让自己省心了很多的事。继母难为，老婆子看着这几个孩子都是有良知的人，你面冷心热，但是总这番模样，难免会产生隔阂，与你将来不利。穆小暖倒是没想到梅婆婆对自己评价这么高，她的心可不热，只不过是没有触及自己的底线罢了。多谢大娘关心，不过我将来并没有让他们给我养老的打算，不过是不想养出一群白眼狼。如今这个身份我很满意，就当搭伙过日子。我有我自己的打算，等周大郎长大成人了，这些都是他的义务，土农工商什么的，商人地位最低，但我却不觉得，凭自己劳动赚钱不可耻，吸着别人的骨血往上爬的人才可耻。你还年轻，他们如今也算是有孝心听话的孩子，若是能够一直如此，你也不用那么冷硬，多给几个好脸，他们能够更记住你的恩德，与你也有好处。大娘的话我听着了，顺其自然吧。如果不是知道原身那凄惨的下场，或许穆小暖还能对周大郎更温和一点。奈何周大郎这个智星才是那个操控一切让原身凄凉死去的罪魁祸首。大哥，为什么今天不多背一点？昨天我们便宜卖了，今天肯定不能再便宜下去，买的人自然就不如之前多。那我们继续便宜卖不行吗？我觉得赚的也不少了。洗果子、削皮、切果子、熬制哪样不麻烦？几斤果子才能熬出1斤的果酱？3弟守在锅子前不停的搅拌，手臂都酸了才熬出那么些。白天干活，晚上熬夜的熬酱，便宜卖了，那3弟的辛苦怎么算？周大郎索性也不急着走了，自己这个弟弟傻，容易冲动也容易满足，而3弟直如同老牛一样的脾气，不怕苦累。但是从前就算了，现在的周大郎不想家里任何一个人的付出被漠视。我不累的，就跟练拉弓一样，习惯就好了。是我忘了，下次我也帮忙。3弟也是，以后可不能这样，闷声吃大亏。在家还好，
出门怎么办？周二郎是个知错就改的，道歉一点都不含糊，现在也不关注便宜不便宜的事情了。再想以后老三出去被人欺负了，可咋整？今天这些卖了，明天我们就不来了，把生意让出去。今天你们2个负责查探，我去谈事情。周二郎回过神来，刚想说为什么不卖了，随后就想起大哥还在上学的事情，于是闭上了嘴。婆婆，昨天帮我们的那个王大哥家在哪，您知道吗？你要找大志啊，他今天应该是在家休息，他家不远，从这往前走，第1个胡同进去左边那家就是了。谢谢您了，这是山里的枇杷，您拿着吃。王大